哪儿来的屎味儿？爷，像是厨房那边飘过来的。去查。偷吃王府的牛肉，苏曼，你是真嫌自己命长啊！赵家娘子，她年纪小，一时糊涂。这是牛肉，够买她命的，押去柴房，明日发卖。我穿成了偷吃牛肉的烧火丫头。厨神系统绑定中，发放强力去腥粉、粗盐、料酒。我现在要保命，不是开灶啊！宋管事，王爷还是用不下饭。岂止是用不下，刚吃进去几口又全吐了。赵二赵厨子还没回来，要不再等等？王爷等不得，再端不出能入口的东西，咱们厨房谁都担不起。宋管事，让我一试。她一个偷肉丫头，懂什么做菜？眼下找不到人，王爷那边不能一直空等，做不好我人罚，做成了求宋管事给我一条活路。行，就让你试这一回。你若胡来，谁也保不了你。猪下水，这个不能给主子吃。你不是会做吗？就用这个。要是惹怒了王爷，发卖都算轻的。赵家娘子，这是不给他活路。路是他自己求来的，怕了就回柴房。不回，就用这桶里的食材，待会儿让你们见识我的厉害。拿面粉洗猪下水，你糟蹋粮食，腥臭不洗干净，怎么给王爷吃？我看你是疯了！这是给王爷做菜，现在拦也晚了。王爷怪罪下来，你也替他担。能不能上桌，等出锅以后再看。你这手法不像是乱做。九转肥肠，我怎么从没听过这道菜？祖传秘方，好不好吃，等出锅再说。这味儿怎么还有点香？这味儿要是飘到王爷院里，你10条命都不够赔。现在停手，我才真没命。宋管事，我早说不能让他碰，他非说猪下水也能给王爷做菜。这叫九转肥肠，菜已经好了。卖相是有点东西，可这是猪下水啊！你真要我把这个端到王爷面前？寻常菜已经没用了，宋管事，让我赌这一回。王爷若怪罪，可别说我没提醒。若王爷觉得腻，就这香菜吃。行，今日出事，咱俩埋一块都不冤。查清了，东西也带来了，打开。爷，我这就撤下去。等等，爷，说说，这什么东西？九转肥肠。爷，还撤吗？不急。王爷竟然吃了猪下水，爷，您真验了？闭嘴！没吐。爷，茶还在这儿。这东西真不用撤。谁让你撤了？还要？爷，要不要配点饭？拿来。您慢些，千万别呛着。爷，味道可还冲？尚可。尚可就好，尚可就好。爷，是腻了。爷，厨房那丫头说腻了就这香菜吃。她倒想得周全。清爽解腻，应该能压一压那股味儿。爷，半盘肥肠，半碗饭，你好久没有这么好的胃口了。你数得倒清楚。属下是高兴。撤下去。等会儿有你哭的。阿曼，别怕，怕也没用，等结果。王爷吃了。你说什么？半盘肥肠，半碗饭，没吐。真吃下去了？一口没吐。许是王爷一时新鲜。王妃那边也已经知道了。王妃有赏，全府上下都有。全府都有。厨房这边赏得更厚。厨房自然该赏。王妃赏厨房的，自然是厨房管事收着。今日也算咱们厨房有功。这也太过分了，怎么着也是苏曼做的。秋婆子，算了。你们可别忘了，他偷吃的是牛肉，他能留下来已经是天大的恩典。可那菜明明是他做的。多谢肥婶求情。哼，菜明明是你做的，能留下来就还有机会。你不气？气，
但现在不能硬碰。宿主，这功劳明明是你的。命先保住了，别的慢慢来。九转肥肠任务完成，屠神经验值增加，这条命先保住了，新的机会即将开启。那就慢慢来。王妃娘娘传苏曼过去问话。传他怕不是问罪吧？阿曼，你刚保住命啊！该来的躲不掉，王妃要问，我就去答。你就是苏曼，奴婢苏曼，见过王妃娘娘。听说你偷吃了王府的牛肉，是奴婢一时糊涂，奴婢认罚，道不狡辩。错了就是错了，奴婢不敢赖。你既认罚，还敢做那道猪下水，奴婢想活，也想戴罪立功。你倒直白，只要奴婢还在厨房一日，就会想法子让王爷吃得下饭。牛肉之事到此为止，奴婢谢王妃娘娘。中午那道九转肥肠，本妃也要尝尝。王妃娘娘也要吃，王爷吃得下，本妃自然也想尝尝。奴婢明白，做得好，该赏的不会少你，奴婢一定不误午膳。去吧。王妃说什么了？王妃说中午也要尝九转肥肠。王妃也要吃猪下水，王妃真这么说？王爷吃得下，王妃自然也想尝尝。那牛肉的事儿呢？牛肉之事，我已经向王妃认错。哼，认错就完了。王妃娘娘宽恕，说到此为止。那也是我先替你求情。肥婶的情我记着，知道就好。哼，肥婶替我求情，我记着。少说这些虚的。那昨日的功劳和赏识，肥婶也替我领了吧？阿曼，我只是问清楚。王妃娘娘真会吃那东西，你别拿王妃压我。王妃想王爷所想，吃王爷所吃，有什么不对？你这是拿王妃压我，难不成肥婶在质疑王妃对王爷的情谊？嘴皮子利落有什么用？你现在还是烧火丫头。他中午还要给王妃做菜呢。那就先把柴劈了。柴我劈，菜我也做。小曼姐，我帮你。你不怕肥婶骂？怕，可你刚才真敢说。敢说不算本事，那什么算？说完还能留下才算。苏曼，王爷那边也传话，再做九转肥肠。王爷和王妃都要。小春，看火，香菜洗2份。好，别误了时辰。误不了。火别太急，先让味进去。这样够不够？再稳一点。这次比早上还快。早上是赌命，现在是交差。王妃那边出不了错，所以我才更不能错。宋管事怎么样？头也没抬。谁头也没抬？王爷王妃都没抬。吃下了，吃的比早上还顺。王妃很高兴。王妃满意就好。这是王妃赏你的。真给小曼姐啦。谢王妃娘娘赏。领赏了也别忘了干活。忘不了。王爷晚上接着让你做。接着做什么？九转肥肠。还吃啊？宋管事，要不给王爷换个菜？换了，万一王爷不吃怎么办？一直吃肥肠，总有吃腻的时候。不好吃，打你板子。啊，不是他要换菜，是苏曼说晚膳想换干煸肥肠。干煸肥肠出制一样，后头烧制方法略微有点区别。行吧。王爷准是准了，可板子也跟着来了。王爷原话，不好吃打你板子。小曼姐，要不还是做九转肥肠吧？咱们不妨一试。这换了，万一王爷不吃怎么办？肠头还有一些，不行我再给换回来。其实苏曼姑娘，你这肥肠还挺好吃的。所以不离肥肠，换个做法。换什么？干煸肥肠。还是肥肠？王爷认这个味儿，先从他改。小春，拿酸菜来。小曼姐，你确定要加酸菜吗？确定，得加点更开胃。肥肠还能配酸菜，能压腻也能提味。这味儿酸得很，要的就是这口酸。不是用香菜解腻吗？等下香菜也要的，酸菜和香菜都用，到时味道层次更丰富。层次是什么？先香再酸，最后清爽。香味变了，这次不是臭香，是焦香。别高兴太早，火候到了，香味才会立起来。酸菜什么时候放？现在。好，搞定，可以上菜了。这个看着好像跟九转肥肠很不一样啊，香味也不一样。王爷要是问起来呢？照实说，干煸肥肠这道菜，建议肥肠就着酸一起吃。就着酸菜，
保证吃了还想吃。香菜也带着。带着。王爷若觉得重口，就用香菜压一压。这又是什么？紫菜蛋花汤，这味儿挺香啊。这个汤味欠点佐料，味道略微差了点。这还差？这次请王爷将就一下。你还能做的比现在还好吃？包的。你可别夸下海口，到时做不出来被责罚可不好。这紫菜蛋花汤可是宫里御厨的做法，陛下和太后娘娘都爱这一口。你这是质疑宫里贵人的品味，也是质疑御厨。还是先给王爷送餐吧。对，别让爷好等。其他的晚点再说也不迟。肥肠就着酸菜吃，紫菜蛋花汤趁热喝。不好吃就打板子，这差事真要命。肥肠就酸菜吃，千万别记错。这就是新菜，干煸肥肠，还是肥肠。苏曼说做法不一样。爷，酸菜在旁边。爷，酸菜在旁边，属下多嘴。爷，如何？嘘，小曼姐能成吗？就看她愿不愿意再吃第二口。爷，这盘都快见底了，您倒是给句话呀！属下这心都悬到嗓子眼了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这算成了还是没成啊？还吃啊？添饭。明白明白。爷，饭来了。您慢些回慢些。这都快光盘了。爷，您这好吃也不吱声，怪让人提心吊胆的。汤也喝，属下差点以为板子真要落下来了。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属下不是催您说话，是怕您不满意，怕挨板子。属下是替厨房那丫头悬着心。你倒会替人操心，怎么怕屁股被打开花，倒是娶不着媳妇儿？爷，您就别拿属下打趣了。那爷，既然板子没落，是不是也该有点赏？你倒会顺杆爬。爷今晚用的香，属下也跟着松口气。拿去，别乱花，留着娶媳妇儿。得嘞，我给我娘攒着。对了，爷，苏曼还说了一句话。说？他说这紫菜蛋花汤还能做得更好。又是他说的？是，他说现在缺佐料，还没到最好。有点意思。告诉他，若真能把这碗汤做得更好，本王就给他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替他做粗使厨娘。属下明白。王爷给苏曼留了个考题。什么考题？做出更美味的紫菜蛋花汤，便替他做粗使厨娘。王爷今晚吃的如何？干煸肥肠光盘，汤也喝完了。可以，一切以王爷身体为先。宋管事怎么样？板子没落，机会来了。什么机会？把紫菜蛋花汤做得更好，王爷就提你做粗使厨娘。粗使厨娘？阿曼，这是好事。谢谢宋管事。不必谢我，我只是如实回话。能把话递上去就是人情，能不能成还得靠你自己。我明白，真过了这一关，我请大家吃饭。那我可记着。我也记着。先别急着摆酒，紫菜蛋花汤这么多年都是这个做法，你一个烧火丫头能改出什么花来？肥婶，王爷都给机会了，机会给了也得接得住，倒是坏了王爷胃口，看谁担。谢谢肥婶提醒，我会把握分寸。这一天比开10桌宴还累，可粗使厨娘这个机会不能丢。系统，商城开了吗？商城已开启。好消息，能兑换辣椒种子。坏消息，只能兑换种子。以当前满意值，只能兑换辣椒种。不能换现成能用的辣椒。不能。看来还得继续攒满意值。同一个人每次贡献满意值会逐步下降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只指着王爷一个人。食客越多，满意值越稳。那我得想办法让更多人吃到我的菜。宿主继续努力。明天先把这碗汤做好。一勺蒜头碎也想升粗使厨娘？小曼姐，这可是王爷给的考题，这味儿怎么一下变了？香味厚了。哼，闻着香有什么用？关键得看王爷爱不爱吃。那就让王爷尝。是那烧火丫头？应该是的，要不要小的去看看？不用，爷不好奇中午吃什么。明晃晃去问，像话吗？嚯，这么香！松管事，你也闻着味儿来了。我来办差。办差办到灶间来了。苏曼姑娘，这是什么？这叫蒜头酥，用蒜头碎炸的。蒜头居然还能炸得这么香！小曼姐，这能直接吃吗？这是蒜头做的，没事儿。王爷不会怪罪吧？松管事替王爷尝味，也算办差。有理。真香啊！嚼着可有感觉了。没想到蒜居然还有这种做法。小曼姐，
这蒜头酥不是直接吃的吧？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总管事，文书还等着送呢。这次不炒了，这次做卤水肥肠。这才做了几顿，就开始偷工减料。肥婶，这道菜名叫卤水肥肠。哼，偷工减料还弄得这么花里胡哨。奉劝一句，最好还是稳当些，别瞎乱改。谢谢肥婶提醒。不过王爷传话说还是吃肥肠。可你做法变了。王爷也说了，让我看着来。王爷可是整个王府的天，咱们都要仰仗着他过日子，是吧？原来蒜头操是这么用的，这香味直接升上来了。这紫菜汤加了这一勺，确实比之前更香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这个蒜泥醋可以解腻，这个蒜头酥，王爷若喜欢，可以往汤里多加点。我记住了。松管事可别记错。小曼姐，这回能晋升吗？能不能顺利晋升，就看今天这一把。那你还要忙什么？辣椒种子有了，得找机会种下去。辣椒，等种出来再说。小曼姐，你买了什么？路上看见一个商贩子卖的，这苗怪得很。这东西能干什么用？听那商贩说，这是辣椒。辣椒会结红色的果子，那能吃不？听说可以，具体要结了果再看。那这要钱不？这一株300文。300文，就这么一株小苗，这也太贵了吧！刘管家到。苏曼在吗？奴婢在。刘管家，找他做什么？王妃有话。小曼姐，王妃是不是要说汤的事儿？别插嘴，别是又闯了什么祸。请刘管家吩咐。同时，也宣布一件重要的事：一碗紫菜蛋花汤月钱就涨到1两半，怎么不直接让他当大厨？这是王爷、王妃亲自定下的。他前几日还只是个烧火丫头，可他做的菜能让王爷吃得下饭。王妃念他屡次有功，破格升为2等厨娘，月钱1两半。奴婢谢王爷、王妃恩典。既接了2等厨娘的差事，往后便好好当值。小曼姐太好了，以后你就是真真正正的厨娘了。好好做事，将来肯定越来越好。放心，我会的。往后我们叫你小苏厨娘。我升职加了月钱，请大家吃一顿。我想吃肥肠，几种做法都想尝尝。吃货、九转、干煸、卤水，再加一个卤水拼盘，全安排。请这么多人，可得花不少钱。大家帮过我，这顿饭应该请。那肥义也请吗？请，礼数不能少。他来不来，看他自己。小曼姐，菜都齐了。你这满满2大桌，哪里是简单吃点？难得热闹一次，大家吃好就行。升职宴没有酒，怎么尽兴？松管事还带贺礼来了，总不能空着手出来吃。原来真的这么好吃，难怪王爷能连着吃下几碗饭。这酒如何？入口挺香。肥义不会是故意今天休息吧？他不来，我们还能多吃点儿，管够。还好今日来了，不然真得后悔死。松管事刚才是还说只吃1点，有句管够，我哪还能客气？刘管家那份，我去送。好，辛苦松管事。吃了这么多，总得替你跑跑腿。满意值增加，商城物品更新。土豆、番茄、番薯、炸粉、糖、盐，连厨具都有了。满意值越高，可兑换的物品越多。这些现在拿出来解释不清，先换能种的。这些又是什么稀罕东西？等长出来你就知道了。也能吃？不但能吃，还能做许多你没见过的吃食，比肥肠还好吃。到时做给你尝。可回来了。李三叔，这江南果然养人，出去一趟都变了。李三叔是王妃派去江南学药膳的。李大厨，一路舟车劳顿，都是为了王府，谈不上辛苦。这趟江南可有收获？不负王妃所托，这趟南下也算有所成。真学成了？等我把东西规整好，明日便给王爷安排药膳。哎呦喂，那可太好了！李大厨回来了，旁的什么都得靠边站。小苏厨娘，恭喜啊！谢谢李大厨，您外出公干也辛苦了。前段时间我不在，辛苦你替王爷准备膳食。如今我回来了，往后王爷的吃食还是照旧由我负责。这是王爷、王妃的吩咐。此前王爷的1日3餐本就是由我专门负责。李大厨最擅长药膳，王妃又亲自派他去江南学医。你之前做的菜不过是让王爷一时新鲜，多吃几口，那不是常有的身体，终究还是要靠药理调养。李大厨说的有道理，知道就好。我是王府厨娘，自然听府里差遣。只要王爷、王妃确认由你负责，我便听命。你的意思是，我还得先去请示？王爷吃什么，自然由王爷和王妃决定。小苏厨娘倒是很有主意，
我只是按王府规矩办事。好，明日我的药膳上桌，你也照旧准备你的菜。到底吃谁的，让王爷自己选。半天，一篮烂白菜还要端给王爷，这是逼小曼姐送死。主子要的是新菜，又没让他送死。二等厨娘月前1两半，连这点白菜都收拾不了，趁早滚回去烧火。今晚我让王爷把这篮烂白菜吃光。小春，外头的柴还没劈呢，柴房里的柴够用好几日了，新柴不劈开收好，夜里沾了雨水，你负责。他就是不想让我帮你。去吧，别让他再抓住你的错处。可你一个人怎么忙得过来？一篮白菜而已，难不住我。烂的是外叶，不是我的手艺。每一片竟然都一样薄，这刀工连李大厨怕是都要多看2眼。还行，勉强合格。还没下锅，怎么先放盐？先逼出水分，入锅才脆。这真是刚才那篮烂白菜，才刚开始。这真是那篮烂白菜，现在它叫醋溜大白菜。今日增加的新菜就是这盘白菜。醋修白菜，趁热吃味道最好。白菜也能有这么厚的香味？既然做好了，便送去让王爷尝吧。自然要尝。王爷、王妃，这道菜叫醋溜带白菜，酸香脆嫩，确实开胃。添饭。真的吃光了。王爷添了1碗饭，王妃也吃了大半盘。刘管家随后就到。小苏厨娘，王爷、王妃有赏。谢王爷、王妃赏赐。往后食材方面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提，王府保证给你安排到位。刘管家，那小苏真有一事相求。我如今负责王爷的午膳、晚膳，工造拥挤，研究新菜也容易误时辰，能否单独批一客造，专造专用？往常大家都是这么用过来的，如今情况不同，这个要求合理，我来安排。可厨房院已经没有空地了，另寻院子太远，也不方便管理。这间屋子平日只做歇脚，改成小灶间如何？大小正好，离大厨房也近。肥姐觉得呢？刘管家觉得合适，自然合适。就这里，明日安排人盘造。刘管家，既然专造专用，能否再配2个人打下手？刘叔，厨房粗使活本就缺人，一切以王爷身体为重。你想要谁？小春和邱婆子。把邱婆子叫来。往后你们跟着小苏厨娘，帮她负责王爷的午膳晚膳，一切听她差遣。是刘管家。人员调配，你配合安排。小曼姐，咱们真有自己的灶了。从今以后，有自己的灶，也有自己的人，谁也别想再卡我的时辰。小曼姐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不会死，先喝水。可我喉咙里全是火。谁让你一口咬半个的？你是不是怕我害怕，故意骗我？不信是吧？我吃给你看。小曼姐，快吐出来！你也被毒到了，看到没有？我还好好的。可你也流眼泪了，这是辣的，不是毒的。谁把你们欺负成这样了？没人，都是他惹的。徐总厨这2日就要回府了，还敢拿生东西管事？他叫辣椒，能吃，就是有点辣椒，能把人吃哭。小苏厨娘，听说你有个能把人吃哭的东西，还没完全熟，半生熟就这么厉害？松管事，你最好只是看看。你们都尝过了，我怎么能不尝？你确定要尝？给我来一点。先说好，后果自负。就这么一点？一点就够你哭了。我一个大男人，还能怕这点东西？吃完再说大话。2圈能尝出什么味儿？松管事，别！我就不信这点东西能有多……我的嘴，水，快给我水！我的嘴，我的喉咙全着火了。我提前警告过你，这不会真有毒吧？不会死，只会辣得你怀疑人生。今晚嘴里受罪，明日攻防怕是还要多跑几趟。
都辣成这样了，你还拿？这种稀罕东西得让松石也见识。你这是去害他！好兄弟，有辣同担。爷那边还等着回话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被谁打哭了？没人打，是辣椒辣的。什么东西这么厉害？张嘴，尝过就知道。你给我吃的什么？辣椒。小子，给我！放心，辣不死你。我现在就去禀报王爷。急什么？我也吃了。你吃了就能骗我？好兄弟，有辣同担。你不会还想让王爷尝吧？掉了就算了，别进去了。门外嘀咕什么？松九，爷，小的在。进来。你们两个哭什么？爷，小的没哭，他拿东西害我，这是小苏厨娘新种出来的稀罕物。什么东西？就这点东西，把你们辣成这样？爷，您看看便好，千万别入口。爷，这东西邪门的很，一惊一乍。爷别，爷，这红东西真把您辣哭了。爷，手上有辣椒汁，千万不能再碰眼睛。松九，自己领罚，还是让本王替你选？爷，小的带来的是辣椒，揉眼睛的可不是小的。照你这么说，还是本王的错。都是辣椒的错。很好笑。不好笑，小的怕得很。王爷，眼睛伤着没有？无妨，只是辣椒汁入了眼。就这么一小圈辣椒，把你们3个都弄红了眼。王妃，这东西碰不得，更吃不得。越不让吃，本房越要尝。去问苏曼，这东西该怎么吃。小苏厨娘在哪儿？王爷的眼睛被辣椒汁伤着了。小曼姐，出大事了！王爷真被你的辣椒辣哭了。王爷真掉眼泪了。松九、松石也哭得一个比一个惨。冷面王爷也有今天。小曼姐，你还有心笑，把王爷都弄哭了。他这2等厨娘怕是做到头了。不会真要问罪吧？哼，主子都敢拿来试毒，这回谁也保不住他。辣椒是松管事自己拿走的，种东西的是苏曼，出了事他就别想摘干净。王爷吃不下饭时，是谁一道菜一道菜让王爷重新动涮的？有功也不能拿主子试毒。辣椒不是毒。小曼姐替厨房挣赏钱时，您拿的最快，如今猪推的最干净。哼，等王爷问罪，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嘴硬。小曼姐，王爷不会真砍咱们脑袋吧？真要问罪，来的人早堵在门口了。可王爷都被辣哭了。辣椒没毒，王爷也不是我喂的，一慌才真容易让人抓住错处。小苏厨娘，王妃不是来问罪的，王妃要你把辣椒做进菜里，今晚亲自尝。有人刚才还说谁也保不住小曼姐呢。第一次尝辣，只能放1点，辣是开胃，放多了就是受罪。这么小一圈，王妃能尝出味吗？第一次吃辣，一口就够记一辈子。那要是再多一点呢？少一点开胃，多一点要命。这一盘要让王妃辣得流泪，也舍不得停筷。就是这道。小苏厨娘只放了1点辣椒。这哪里是菜，分明是一团火。上茶。不能喝热的，越喝越辣，换凉水，快！都辣成这样了，还不放筷？嘴里喊停，筷子不答应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可这一口下去，胃口也跟着开了。再来一片，辣的眼泪都停不住。那便慢些。慢不了，这东西越辣，越让人想下一口。给本王留1片，那是最后1片。本妃知道，所以才不能让它凉了。松九，明日还做。是。松九，明日再送1盘，双人份。王爷是怕王妃不够吃，本王不想明日还一口都尝不到。辣椒照放。是。小曼姐，这批也红了，这回能让我尝一个了吧？2日辣的直哭，这么快就忘了？这一批先收好，等以后结的更多，再让你慢慢尝。到厨房院议事。数日后王府设宴，其他菜品都已经安排好，只剩最后一道压轴主菜。这道压轴主菜交给你。小曼姐负责压轴主菜，她没有做过大席，压轴会不会太冒险？小曼姐哪次让王爷失望过？王爷要的是心意，这正是他擅长。徐总厨，主菜做什么？到时便知。就这么定了。小曼姐，要不你就说身子不适，我陪你去把这差事推了。你若没把握，我陪你去求王妃。不用，今天我要是退了，往后他们只会更得寸进尺。
这道主菜我接。那我们给你打下手。小苏厨娘，你的压轴主菜食材到了。徐总厨昨日明明说好送整鱼，怎么到手全成鱼头了？单子没错，送来的就是这些。王府大宴怎么能拿鱼头做压轴？这头我们不能收。咱们去找徐总厨问清楚。鱼鳃鲜红，肉也有弹性，这批鱼头很新鲜，再新鲜也是鱼头，怎么做压轴主菜？我有办法。原本定的是整鱼，采买临时出了岔子。做不了就换到普通菜，别耽误开席。不用换，我已经想好怎么做了。一桶鱼头你也敢接？为什么不敢？劳烦送到我的小灶间。把这些成熟辣椒全部洗净。邱婆婆备姜蒜、葱段和白糖。王爷王妃上次都没扛住，真要给宾客吃这么多辣椒？把白筋和大半辣椒籽去掉，再泡水减辣。炒的时候放一点糖，只留鲜辣和香味。去死！辣的呛鼻，可闻着真香。这就是压轴主菜，剁椒鱼头，趁热送去。什么东西这么香？这道菜叫剁椒鱼头，上面铺的是自制的辣椒。四弟，王府大宴的压轴主菜竟然只是一个鱼头？尝一口再说话。这剁椒鱼头也太好吃了吧！四哥，把做这道菜的厨娘给我。不行，我的人凭什么给你？小曼姐，宴席上第一道被吃光的就是你的剁椒鱼头。今日宴席办得漂亮，这是王爷王妃赏你的。多谢王爷王妃，也谢刘管家。厨房今晚加餐，人人都有赏。这么多我不能要，我们只是打下手，哪分这么多？这道菜是咱们3个一起做的，有钱一起赚，赏赐当然也一起分。不要就还我，小曼姐给的，哪有还回去的道理？这东西全是硬壳，怎么吃？庄子上的人原本准备扔掉，王爷让人带回来，看看厨房能不能用。小苏厨娘，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？能不能吃，我得先试过才知道。但要先把泥沙吐净，万一吃出问题呢？我先吃，确认没事，再给别人尝。先洗干净，别急着下锅。筒骨、鸡骨架、猪脊肉，再多取些米粉和腌菜。一桶带壳东西，要搭进去这么多好食材，万一做出来不能吃，这笔账算谁的？小曼姐哪次浪费过东西？好不好吃，做出来再说。原来螺丝还得放进骨汤里一起熬，螺丝和骨汤合在一起，汤才够鲜。小曼姐，这酸笋是不是坏了？没坏，闻着冲，吃着才香。小曼姐，这道菜叫什么？螺蛳粉，味道成了。世间竟有这么好吃的粉！要不说这厨娘该你当，确实有本事。今日每人1大碗，我要多加酸笋，自己夹，管够。小苏厨娘，你们吃的是什么？螺蛳粉。这味道挺特别，也给我盛1碗。孙市长，有心吃食怎么不叫我们？小苏厨娘，也给我们盛1碗吧。这些铜钱留给厨房添食材。今日第一次做，先给你们各盛小半碗。先尝过，再决定要不要加。小春，这酸笋还能再添些吗？你刚才不是还说这味道挺特别吗？味道是特别，可少了酸笋还真不够香。刚才还嫌味道冲，现在倒是一点都不剩。小苏厨娘，今日也多放些酸笋。都放了，慢慢吃。王爷脉象平稳，不必再服药。那便好。下官还有个不情之请，但说无妨。下官近来食不下咽，想尝尝小苏厨娘的土地，她能救王爷的胃，兴许也能救下官的。王妃，下官想留府用顿午膳。是想尝小苏厨娘的手艺吧？去厨房传话，多备1份。
午膳多备一份，何院正留下用饭。太医院院正也来尝小曼姐的菜，正好还有螺丝，今日换个吃法，还做螺蛳粉？不，做爆炒螺蛳。第一锅可得给我留几颗，以后你走哪儿我就跟哪儿，成亲了也跟着。为了口吃的，你还真是什么都肯做。嫁不人以后再说，眼下先吃好。人生苦短，美食不可辜负。行，那就用心跟着学。这些壳一个个滑得很，抓都抓不稳。洗得越净，炒出来的鲜味越干净。还没下螺丝就已经这么香了，真正的香味才刚开始。这回连壳闻着都香。别急，还没收汁儿。何院正已经等着开饭了，告诉他竹签挑着吃，直接吃也行。这就是小苏厨娘做的菜，爆炒螺丝还配了竹签，好鲜。何院正觉得如何？再容老夫多尝几颗。用竹签太慢，还是直接吃更痛快？何院正慢些，当心辣着。这点辣味儿正好开胃，香。这汤汁拌饭比螺肉还下饭。何院正，您不是说近来食不下咽吗？再来一碗，老夫照样吃得下。何院正，您在王府吃了什么？小苏厨娘做的爆炒螺丝，真让您吃光了一碗饭，一粒都没剩。下次王府请麦，让我去。又是这些，我都吃腻了。府里不是新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厨娘吗？小苏厨娘最近忙，改日再让她给你做。父王能吃，我也能吃，我现在就要吃。大福，我饿得睡不着。哪个是小苏厨娘做的？这些都不是，别人都吃过她的菜，我这她半点表示都没有。走，找她算账。你就是那个厨娘，你就是那个厨娘。小苏厨娘，这是小世子。你别说，让她说。是，我就是苏曼，我是世子，不是小世子。我都5岁了。好，以后称呼你为世子。今日厨房都做了糕点，却没见到小苏厨娘那份。世子饿得睡不着，想请你做份夜宵。大福，所以世子爷是慕名而来？没有，只是刚好你今晚当值。行，给你做碗热的。就煮面。改主意了，给你做紫菜炒饭。炒饭为什么要先拌蛋黄？因为所以，科学道理。要是不好吃，明日让母妃治你罪。好吃的话，记得替我请赏。哦，世子爷还觉得只是一碗普通炒饭吗？先端上来再说。老规矩，先试吃。小的也能吃，一起吃吧。好吃吧？还行吧。怎么不吃？我不饿。吃饱了才有力气读书练字。多少吃一点，等会儿让厨房做你爱吃的点心。那要做的好吃些。母妃，我可能得了跟父王一样的病。哪里不舒服？我不爱吃了。天气热没胃口，让厨房做些山楂片就好。母妃，你爱我吗？当然爱你，疼你，惜你。他一定是不会做点心，世子怎么知道？不然母妃怎么不让他做？昨晚的反沙芋头又香又酥，10文一份都抢光了。我也头回见芋头还能这样做。反沙芋头是什么？拿1两银子，多买几份回来。记住，就说是你自己吃。是。世子，已经卖完了。晚上能做，白天就不能做。白天只有主子正式点单才会安排。走，找他算账。为什么反沙芋头只能晚上做？害得大福想吃都买不到。新品晚上试做，白天只接各院主子的单，所以是你想吃还是大福想吃？是大福。小孩子撒谎会长不高，不肯承认就等晚上。小爷就不信，王府这么多人，只有他会做。大福，叫徐总厨和李大厨各做一份，世子一定要他们做。世子真说要我们做？世子相信2位。那就试试。反沙不就是熬糖裹芋头？火再大些，糖才挂得住。2位，怎么有股焦味儿？新做法，难免火气装盘，先送去再说。这反沙芋头能吃？小的先试。如何？爷，又甜又黏，咽不下去。许是糖放多了，世子还是别吃了。我偏要试试。世子不能吃！来人，世子噎住了！
小苏厨娘，救救世子！世子脸都红了，府医还没到，都让开。芋头还没出来，再来一次。这哪是反杀芋头，这是要命的糖疙瘩。吐出来了，世子能喘气了。糖熬过头，芋头又炸腰了，难怪会粘住喉咙。真正的反杀芋头也这么难吃？真正的反杀芋头你还没吃过。恒儿，喉咙还难受吗？母妃，我已经没事了，是我不听劝，偷偷吃的。景恒谢过小苏厨娘救命，世子能够正常喘气就好。你救了恒儿，这赏赐必须收下。谢王妃。就是这东西差点害了世子。糖熬过头，芋头也炸焦了。你还准备再做一份？冒牌货差点要命，更该让他尝尝真货。这一锅没有一块焦黑的，火候稳，芋头才不会外焦内硬。原来这才叫反杀，糖结成细沙，才不会粘牙噎人。甜香粉糯，蘸酸梅酱一点都不腻。被噎过一次，世子还敢吃吗？嘴上不敢，心里肯定还惦记。世子刚受过惊，要不改日再来，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。世子爷大驾光临，是来谢我的。我是来问反杀芋头的，谢礼王妃已经给过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白日的是粘糖疙瘩，这才叫反杀芋头。世子小口一些，慢慢咽。这个有点好吃，只是一点。不许笑，本世子只是试菜，你早就知道我会来。吃过假货，自然会惦记真货。我要是今天没来呢？你一定会来。世子慢些，喝口水再吃。吃了这么多，还喝下一大碗水。晚上要是尿床，可别怪我。大胆！我都5岁了，怎么可能尿床？大胆！你可知罪？对不住，刚才这只手不听使唤，我要罚你。那这双手交给世子处置。只是没了这双手，以后谁给世子做好吃的？世子，小曼姐必救了您，而且她肯定不敢再捏了。首先留着，惩罚另算。罚你明日再做1大份反杀芋头，还要1份加紫菜的蛋炒饭。这惩罚怎么还夹带点菜？这是惩罚，必须全部做到。那以后想吃就让我再捏一次。我有钱，我用钱买。明日别忘了。忘不了。大世子爷，我赔罪礼送来了。不要，你快走。昨晚还特意提醒我别忘，今日怎么又不吃了？他到底怎么了？小曼姐，您就别问了。世子，尿床了，小声点儿。大胆，本世子全听见了。尿床又不丢人，我6岁还尿过呢。我6岁也尿过好几次。可惜炒饭凉了，味道就差远了。世子不吃，我和大福分了。今日这份比上次还香，不许吃。我只是怕你们浪费食物。明白，所以世子替我们吃完。还行吧，我替你们尝了。恒儿今日胃口倒好。母妃也尝尝。确实好吃，难怪恒儿今日胃口这么好。王妃要的是整鸡，出了差错，谁来担？我来担。见过王爷。免礼。小苏厨娘做菜需要什么，厨房优先安排。可王妃交代了，这些鸡要整只炖汤。8只鸡，我只取2家的翅腿，剩下的鸡身照样能够炖汤。既不耽误分例，就按他说的办。原来只要这些，是我刚才没听清。小曼姐，王爷是不是知道肥婶刁难你，特意来撑腰的？你是不是画饺子看多了？可王爷这么多年都没来过厨房，偏偏今日来了，碰巧路过罢了，别乱猜。万一王爷吃了你的菜，对你念念不忘，这话以后不许再说，被有心人听见，会给小曼招来麻烦。想问什么？爷今日突然去厨房，不只是为了几只鸡腿吧？那只老鼠很可能就在米缸里。爷怀疑厨房里有人动了手脚，暗中盯着。没有证据之前，谁都不能动。属下明白。只有鸡腿和鸡翅，怎么还能叫炸鸡？整只鸡最好吃的地方全在这里。这一小碗为何单独放？这一份先不放辣，其余的出锅后给王爷撒辣椒。小世子不是说自己不爱吃鸡吗？等香味出来，他就未必这么说了。已经裹过一次，怎么还要再裹？1层容易炸硬，2层才能外酥内嫩。还没下锅，表面就像开花了。外面这么脆，里面竟然全是汁儿，这才叫炸鸡。王爷的晚膳准备好了吗？辣的给王爷，必须趁热送去。打听到了吗？他做的是什么？鸡翅和鸡腿。小曼姐说叫炸鸡，小爷最不爱吃鸡，他肯定江郎才尽了。还有一个坏消息，炸鸡是给王爷做的份儿，不是给我的。世子想吃，得提前点单。走去找父王。父王，你忙吗？怎么突然想起来找父王？我想父王了，还有几句千字不明白，吊民伐罪，周发阴汤是什么意思？你是想父王，还是想父王的晚膳？
当然是想父王。那便留下陪父王用膳。父王，这是什么？小苏厨娘说叫炸鸡，这里只有鸡腿和鸡翅，鸡去哪儿了？这就是鸡，还是最好吃的部分。外酥里嫩，确实不错。父王，真有那么好吃？味道不错，可惜你不爱吃鸡，尝不到了。那是以前。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？夫子说不能挑食，不然长不高。本世子只是勉强尝一个。父王，你堂堂摄政王，竟跟亲儿子抢炸鸡，这只有辣椒，你吃不了。父王能吃，我也能吃。父王，世子别急，明日让小苏厨娘专门给您做。不辣的要，辣的也要。那便辣的、不辣的都做些。给父王那么大一盘，给我就3块。世子先尝，不够再让厨房多做。吃完就去找坏厨娘算账。世子，还去算账吗？吃完再算。这一只撒了辣椒，还是别吃了。世子，太辣就别吃了。我不是被辣哭的，我就是突然有点想哭而已。你眼泪鼻涕都出来了。父王能吃一盘，我才吃一只，算什么？坏厨娘，你的辣椒肯定有问题。昨日不是你自己说父王能吃，你也能吃吗？谁知道你究竟放了多少辣椒？刘洋在这儿，只有1点辣椒，不信可以找王妃核对。本世子好得很，凭什么父王一大盘，我只有3块？你说不爱吃鸡，我才做3块。既然没事，这包药便留给别人。等等，你的良方到底是什么？想要良方，先告诉我哪里还难受。本世子哪里都不难受。既然没事，这碗烧仙草便给大福。等等，这东西真能管用？先痛火，再喝菊花茶，今晚自然会舒服些。大福，你先尝，不辣，很顺口，世子可以放心吃。你没有骗我，小的哪敢？这2日清淡饮食，辣椒和炸鸡全部暂停。你又不是大夫。小曼姐，出事了，厨房抓到奸细了。谁被抓了？于杂役，昨夜偷偷与府外的人接头。上头把消息压得这么紧，事情恐怕不小。难怪王爷那天突然来厨房，还特意看了米缸，所以他不是专程来替你撑腰，他是在查人。小春，从现在起，来路不明的食材和器具一样都别碰。于杂役就是外头买来的，谁知道府里还有没有他的同伙？像我们这些家生子，祖祖辈辈都在王府，才真正靠得住。沈说的对，厨房必须知道就好，尤其是掌人、掌料、掌钥匙的管事。对，家生子和新进府的人一个都别漏。你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都围在这里吵什么？刘叔，我只是担心还有于杂役的同伙。王爷自会调查，不需要你们相互定罪。再敢无凭无据攀咬，按扰乱厨房处置。王妃带进宫的点心准备好了吗？反杀芋头已经装好。恒儿回府才多久，怎么圆润了不少？皇祖母，我最近吃什么都香，连你父王的气色也好了。都多亏府里小苏厨娘，她做饭比宫里的点心还香。一个厨娘竟把你们父子俩都喂好了。母后尝尝这盘反杀芋头便知道了，小口慢吃，再配些茶水。一盘芋头而已，能有多特别？皇哥哥香不香？外层沙甜，里面粉糯，确实新鲜。慢些吃，当心牙疼。母后，这厨厨必须进宫给我们做一顿。皇祖母，他会的可不止这一道。那便选个日子让他进宫。炸鸡、螺笋和九转肥肠我都要，反杀芋头也不能少。菜式太多，不如让苏曼按食材自己安排。好，菜单由他来定。听说小苏厨娘要进宫做饭，平日不见你，今日怎么突然孝顺了？我一直记挂母后。你是记挂母后，还是记挂午膳？先不说这个，剁椒鱼头呢？没有，吃的鼻涕眼泪一起流，有碍关关。什么？剁椒鱼头才是整席的灵魂。好，好，好，给你加上，不许再闹。宫宴人选已经定下，谁再借奸细之事生事，便先退出厨房。刘管家，我只带小春和秋婆子。宫里规矩多，我本想给你派几个手手。王府才抓出奸细，我不会把命交给不熟悉的人。既然你坚持，这次便由你自己挑人。进宫后，食材、调料和厨具都要经过我亲手检查。小春盯食材，秋驼子守调料，任何人不得擅自换动。明白？调料离开视线，我便重新换一份。宫里点了这么多菜，咱们全部都做吗？剁椒鱼头做主菜，反杀鱼头收尾，再加一道他们没吃过的新品。你最近都没出新菜，是在怕进宫吗？有一点，但我更怕有人动我的锅。到时本世子也在，谁敢欺负你，我罩着。世子铺垫这么久，是不是又想吃炸鸡？最近嘴巴确实有点怀念，捏一下脸，给你做2个。小曼姐，不好了，徐总厨也要跟咱们一起进宫，他这时候插进来，摆明了要。他有人脉，我有菜单，他熟宫规，我熟太后想吃什么。从现在起，木香不离视线，任何人不得碰。明白，我亲自守着。小苏厨娘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？徐总厨也要进宫，我刚刚知道。这趟宫宴掌勺的可不止你一个。徐总厨想进宫，我拦不住，但太后最后留下谁的菜，你也做不了主。年轻人有胆量是好事，别到了宫里再后悔。3日后，御膳房见。小曼姐，徐总厨带人去御膳房了。难怪他这么有底气。
那边锅灶齐全，连器具都比这里好。厨房大，不代表做出来的菜就一定好。那咱们先从哪一道开始？你手调料，小春洗菜，我来掌火。这些我都吃过，你答应给本世子的新品呢？宫宴还没开，你急什么？你亲口答应过我，可不能说话不算数。新品就在这里，黑成这样，真的能吃吗？开洗以后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肥肠已经洗净了，一点异味都没有。继续用大火收汁，锅铲不能停。现在就放进蒸锅吗？上锅，等出锅以后再淋一遍热油。小苏厨娘，离开洗只剩半个时辰了，来得及。按我定好的顺序出锅。炸鸡已经金黄了，现在可以捞起来了吗？还不够，再复炸一遍，外壳才会真正酥脆。汤汁已经收浓了，现在可以装盘了吧？再翻2下，让汤汁全部挂住螺壳。小曼姐，反杀出来了。前面的菜已经稳了，最后做新品。皮蛋颜色这么怪，贵人们真的敢吃吗？先让他们闻到香气，再谈敢不敢吃。颜色虽然奇怪，闻起来倒是鲜香。连肥肠他们都敢吃，皮蛋又算得了什么？那就等太后尝下第一口。这道最后上，先把热气留住。他要做整整1桌菜，咱们真的只做1条鱼。菜做得多，不代表一定合太后的口味。可他毕竟是太后亲自点名的人，太后不过是想尝个新鲜，真正合口的还是旧味道。那现在就送过去吗？不急，等他的菜全部上齐再送。小曼姐，所有菜都准备齐了。徐总厨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不用等他，按咱们自己的顺序走。小苏厨娘，现在可以传膳了吗？鱼头先上，炸鸡压后，皮蛋瘦肉粥最后揭盖。传膳。九转肥肠、剁椒鱼头、炸鸡、爆炒螺丝，这才是整桌宫宴的灵魂。菜还没有上齐，你急什么？说好的新菜呢？怎么还没有端上来？这一桌还不够你吃？新品不一样，他亲口答应过我。太后娘娘，新品主食到了。这黑色的东西就是皮蛋，是，这是苏曼专门准备的新品。皇祖母先尝，我替她做担保。好吃，热乎又鲜香，皮蛋也没有半点怪味，真的一点怪味都没有。你亲自尝一口不就知道了？太后娘娘，徐总厨也送来了一道菜。太后娘娘，这是徐总厨做的清蒸鱼，还记得哀家的喜欢，倒是有心了。他以前在御膳房当过差，自然记得您的口味。母后，这鱼的味道如何？鱼肉鲜嫩，味道清淡，还算合口。表姐，您真的要尝这道猪下水？母后放心，这肥肠真的一点都不腥。王爷就是靠这道菜重新开了胃。表姐先尝一口，不喜欢再放下也不吃。软糯入味，确实好吃。母后刚才还不敢吃，怎么转眼又夹了第2块？既然好吃，为何不能多吃几块？这鱼头越辣越香，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。慢些吃，别管顾着抢菜，再把自己呛着。皇祖母，今日这顿饭确实很好吃，皇兄以后想吃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给你安排。你还是先把自己的课业安排好吧。你们兄弟2个连吃饭都不忘斗嘴。小苏厨娘，今晚还有皮蛋瘦肉粥吗？我已经连着3天没有买到了。小曼姐，今晚的粥又全部卖光了。既然大家都在等，那就从今晚开始提前登记。现在就能交钱预定明晚的份吗？能，登记名字和份数，明晚按顺序过来取。厨房占地，谁准你在这里收钱？厨房种地，谁准你收钱？厨房不能收，那就搬出去收。搬出去就有理了。不进厨房就不影响干活。小春，搬到门外。好。我先订3份。明晚3份，对吗？下职后过来取。今日交钱，明晚按名领取。我也订2份。名字、份数、钱数都对。人倒是越来越多了，都在院外，不耽误厨房。咱们真的赚了好多。还不够，我想赎身开店。下人能买铺子吗？卖身契还在府里，暂时不能过户。那我先去看看。正好有间小酒楼在卖。姑娘，里面请。地方不大，倒是够用。后院能囤货，附近住户也多，开间小食肆正合适。最近问这铺子的人不少。可我现在不能过户。等姑娘回来，铺子未必还在。我先付5两定金。若中途卖了呢？定金归你，我认这个风险。行，就依姑娘。这铺子总价多少？诚心要310两。好，我记下了。等姑娘回来再谈。满打满算约350两。买完铺子就没钱赎身了。面食、油炸，你出府买好吃的了？没买到，但有了新想法。什么想法？可以做油炸青。油炸青是什么？一种油炸事实，炸的金黄，外酥里软，和炸鸡一样香。刚出锅最好吃。
那今晚就做，配上豆浆更适合早食。可我今晚要回宫，那九皇叔吃不到了。走，找你父王。找父王做什么？今晚我留下教你读书。你是想吃油炸鸡吧？读书吃饭两不耽误。王爷未必答应。本王自有办法。四皇兄，我今晚留下教恒儿。你自己都一知半解，我只教些启蒙的。恒儿用不着你教。那我只住一晚。不准。父王答应了吗？你爹不答应。那你只能回宫了。留下不行，那就买。王爷要买什么？买他今晚开火。王爷准备给多少？100两。为了一口吃的，给100两。本王买的是现在。真要送过去？快去，晚了他要歇灶。310两，这还只是铺款，买完就没有了吗？还要赎身、修铺、买厨具，那怎么办？啊！100两，这是做什么？九王爷请你做油炸圈。现在就要？王爷马上回宫，等不到明早。这银票，王爷王妃知道吗？都已经准了，今日巡修，这是加急钱。既然过了明路，这单我接。生火和面。好。本王要守着第一锅。油炸的东西确实刚出锅最好。看来你懂本王。九王爷也是真会吃。九王爷有事吩咐一声便是，怎能亲自来厨房？本王就要看他怎么做。面粉下油锅而已，也值九王爷亲自等。值不值？本王吃过才知道。酵母水。面团还要醒吗？不醒，炸出来就是死面。做个面食还故弄玄虚，等第一锅出炉再说。还不能下锅？现在下锅，100两才真要白花。面团发起来了，油温也正好。我倒要看看能炸出什么。怎么没有动静？再等一息。蓬起来了，这才像样。外形过关，味道得吃过才算。这香味儿是油炸灰吧？第一根是本王的。谁都别动，我先试吃。那你快尝。酥壳脆，里面也发开了。这100两可真没白喂。那我也要一根。今日是本王包场，这是我家的厨房。想吃可以，一根10两。大伯拿钱。世子只有10文。小苏厨娘平时才10文一份。10文一份？那本王这100两算什么？世子买的是普通份。本王这份哪里不同？巡修加急，只为您一人开火。就凭这个，值100两。从和面开始现做，确实费工。今日旁人有钱也买不到这一锅，所以本王买的是独一份。今日确实只有王爷能够享用，值。本王买的就是独一份。你这10文不够。你在我家还不让我吃，我去找父王。别去，九皇叔逗你的。新一锅出炉，一人一根，这还差不多。剩下的全包起来，再带壶菊花茶，吃多了好解腻。煎饼果子下回也给本王留着，下次记得叫我。想蹭吃先带钱。刚才炸的是什么？油炸青，已经全被九王爷带走了。那一根多少钱？10两。面粉做的东西卖10两？别卖我太5两。再这么传，王妃会不会怪你？小苏厨娘，王妃传你过去。听说你一根面食卖10两，10两不是平日售价，那是什么？巡修加急，整锅包场，换做旁人也收10两，普通售卖自然是普通价。既然九王爷满意，这100两便是你该得的。明日也给王爷和恒儿做一份。小苏明白。王妃没罚小曼姐，还点了油炸亏，不就是炸个面团吗？同样的面，手艺也有高低。今晚我也卖油炸圈，3根只要5文，这么便宜，给我一份。小曼姐，客人全去他那里了，先让他卖。他卖的这么便宜，咱们怎么办？吃进嘴里才知道是不是一样。3根5文，人人买得起。10两一根的东西，你这里真只要5文？都是面粉炸的，我这才叫实在。可这东西怎么咬不动？刚出锅烫，多搅2下就香了。小曼姐，她这第一口就不对。先别声张，拿5文去买一份。肥婶，给我也来一份。小苏厨娘会做，你来我这里买什么？她做她的，我来照顾您的生意。你不会拿回去挑毛病吧？ 5文钱的东西，我哪敢挑？哼，别拿10两的来比。
放心，鸡跟凤凰本就不能相比。小曼姐，捏着一点脆响都没有，颜色也浅，像是没炸透。先掰开，别只看表面，里面怎么全是实心的？秋婆子，你再尝一小口。又软又韧，根本不酥。问题不在油，是它少了最关键的一步。它到底少了哪一步？面没发起来，所以里面才没有空洞。对，出锅一会儿就会塌。可它价格低，客人全过去了。第一日图便宜，第二日嫌难吃，撑不过3日，他们自然会回来。听说肥婶也卖油炸青，世子真要去吃他做的？小爷要雨露均沾。小苏厨娘，你不会生气吧？正好请世子替我试3样。哪3样？脆不脆？空不空？凉了会不会塌？脆不脆？空不空？凉了会不会塌？好，小爷替你试清楚。小世子亲自来，真是折煞老奴了。先别客套，给小爷来一份。刚出锅的，保准又香又脆。现在装还是再沥会儿油？趁热才香，现在就装。世子，咱们快些回去尝。小爷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过3关。怎么没有嘎吱声？许是路上放凉了。可这也太难扯了。世子，慢些嚼，腮帮子都疼了。第1关怕是没过，明日守着油锅吃，先排除放凉。小世子，刚出锅的，您快尝。这回总该脆了吧？保准比昨日好。还是不脆，而且一掰就塌。第1关没过，再看里面空不空。里面还是实的。许是这一锅火小了，火小只影响颜色，不会把死面变空。你少在这里说风凉话。那就把火烧旺，再炸一锅。若还不空，第2关也算没过。可以，我就在这里等结果。今日火更旺，肯定酥。颜色是深了，可里面还是实的。第2关也没过，第2关也没过。面食本来就该有嚼劲儿。真正的油炸黄，凉了也不会立刻塌成死面。那第3关明日再看。第1日不脆，第2日不空，第3日吃馅，放凉就塌。小世子何必听他挑拨？没人挑拨，小爷自己吃。这一根放凉后已经软成一团，3关全败，结果已经很清楚，这根本不是油炸禽，只是做法不同。凭什么说我错？3日3试，哪一关都没过。5文3根本就不能跟10两相比，价格不同不代表能拿死面冒充。这3根的攥面全都一样，你卖的只是炸面团，不是真正的油炸禽。你说不是，它就不是。那就让大家自己尝，把2种摆在一起最公平。你想拿10两的东西压我5文？同样的面，同样的油，只比手艺，比就比，谁怕谁？明晚开摊，当众分真假。告示贴出去后，院里全来人了。我还是3根5文，看谁先卖光。我不比谁卖得快，那比什么？比第1口脆不脆，掰开空不空。明晚你可别输得哭鼻子。等第1根出锅，你就知道谁该哭了。肥婶儿，你这是油炸禽还是炸石头？才刚下锅，世子急什么？两边油温一样，差的是面团。那你的怎么一出锅就塌了？别争，直接尝。肥婶儿，这根怎么咬不动？刚出锅烫，多嚼2下。再尝尝我这根，这才叫脆，里面还是空的。不用再比，一口就知道谁赢了。我卖的便宜，自然不能一样。便宜可以，不能把死面叫油炸精。哟，大世子爷怎么还没走？你那个油炸王什么时候再做？肥婶3根5文，不继续吃了？小爷只是想换换口味，所以还是我做的更好，也就强那么一点点。行，这一点点，我现在给你做。就是这个味儿，再给我1根。你已经吃第4根了，小爷还没饱，再吃明日喉咙疼，只能喝稀粥。你管的是不是太宽了？那你继续，我让厨房明日只备咸菜。算了，小爷今天先吃到这儿。好久不见，小苏厨娘。松管事终于回来了，上次的辣椒粉帮了大忙，这是谢礼。这么大一只，我可不客气了。小曼姐，咱们今晚有口福，礼尚往来，我也送和你2根。就是王府里传的沸沸扬扬的油炸蒸，就是这个。不过10两是9王爷的加急包场价，平日可不是这个价。难怪王府里传的这么热闹。对面还有5文3根的，也能拿来比比。给我也来1份。这2样确实不是一个口感。哪边更好？不用我说了吧？正版更酥，里面也更蓬松。这个空缺本就该给我侄女，凭什么？你侄女连柴火都不会烧，一大早的都少说2句。你们到底在争什么位置？厨房新空了一个灶间帮工的位置，哼，他想一句话就把自家人塞进去，位置还没定，谁都别先替人做主。小苏厨娘，你那边如今越来越忙了吧？是忙了些，不过还能应付。3个人哪够？我娘家侄女机灵能干，你是想让来我灶间，先让你瞧瞧，合适再留下。人可以来，但必须先考瞧。只要肯给他机会，我就放心了。小曼姐，
今日托关系的人快把门堵了，他们都找谁说情了？有人找邱婆婆，还有人偷偷塞银子。我一个子儿没收，全打发走了。我当然信你，他们以前可都嫌厨房又脏又累，如今抢的不是烧火活，是跟着咱们造奸的机会。人选都在这里了，小苏厨娘，我这里已有15个人选。15个人争一个位置，这也太夸张了。原先不是只有3个人吗？各房又建了12个，名单还在加。这哪里是招帮工，分明是抢香饽饽。名单给我，我先看看。刘管家可有合适的人选？原先有，如今谁都不好推荐，因为每个人背后都有人，选一个就会得罪剩下14个。那不管选谁，都会有人说偏心。最后是你用人，只能由你拿主意。那我就不从名单里直接选。不直接选，这个空缺怎么办？让15个人都来参加考核，一个造奸帮工还要考试，越是人人想要，越要把规则摆明。你准备怎么考？刀工、面点、做菜，再看配合和应变。公开竞争，倒能堵住所有人的嘴。我那远房孙侄女也在找事儿，让她来报名。邱婆婆推荐的人也要一起考，当然谁推荐都不能走后门，这样最好。我也不想落人口实。那男子能不能报名？不分男女，能正式的人都可以来。小曼姐，告示一贴，外头都传疯了。又有5个人报名，已经20个。报名截止后，不许再临时加人。有人说招个帮工没必要弄这么大，人情越多，程序越不能含糊。王妃娘娘听说后，也觉得这个法子新鲜。王妃若愿意来，我便把规则讲得更清楚。20个人选全都到齐了，院外看热闹的人也快挤不下了。王妃娘娘和世子稍后会来观摩，主子只看，不干预评判。第1轮从什么开始？第1轮烤刀工，切成均匀细丝，每根豆腐丝不得断裂碎散。豆腐这么软，他们第1刀就得慌，第1刀就碎了。小苏厨娘，我是不是被淘汰了？这一刀已经计分，但不会直接淘汰。可我的手一直在抖，换备用豆腐，用剩下的时间继续。沙漏还在走，你可得抓紧了。所有人听着，考的不止刀工，还有临场应变。王妃娘娘，世子爷到。考核要紧，不必行礼，继续。看来第1轮已经开始了，是第1刀已经见了高低。那我添支金簪，给胜出者助兴。我也添5两银子。彩头越重，规则越不能乱，你只管按照标准评判。小苏厨娘，现在还能报名吗？多加2人，不会耽误多少时间。名单昨晚已经封存，现在加人对提前报名的人不公平。不过是招个帮工，何必这么较真？越是小位置，越不能坏规矩。报名已经截止，谁也不再增补。小曼姐，13号的手在抖。刀先放下，注意安全。可时间马上要到了，安全丢分还能补，伤了手就全输了。都稳住手腕，再继续下刀。2号，你的豆腐为什么只有2刀？您说切成丝还不能切断，所以你就在上面划了个10字。对啊，既像丝也确实没断。这也能算完成？每个字都听懂了，意思却全听反了。理解指令这一项，我只能如实扣分。18号，把豆腐放进清水碗。是，小苏厨娘。真的一根都没断，哇！粗细几乎完全一致，多谢王妃娘娘夸奖。粗细、完整、时间、安全4项综合，这一轮你暂时第1。只凭一块豆腐就把它定成第1？我看的不是一块豆腐，是4项，是哪4项？粗细、完整、时间，还有操作安全，每一项都会单独计分，当众记录，当众核对，谁都能查。话说的好听，谁知道你会不会偏心？第1轮时间到，所有人停刀。既然有人担心偏心，那就把分数挂出来，每一项分数都公开。对，谁有异议，现在就提。18号刀工最高，6号只差半分。我倒要看你能公正到什么时候。慢慢看，后面还有2轮。第1轮正式封分，第2轮面面开始。第2轮不限品类，重点看和面、成型与熟素，不比花样。面、馒头和饼都可以，但必须在时限内完成。面必须若发不起来呢？可以，那正是这一轮要考的本事。成品不用花哨，稳定熟透，能进灶间最重物。第2轮开始。第3轮统一食材，自选一道家常菜，熟度、火候、调味和时限4项分别计分。只剩最后一线沙了，先保证熟度，别为了摆盘拖过时限。能不能再多给半克？所有人用同一把沙漏，不能例外。时间到，所有人停手。 3轮考核全部结束了，还是落后了半分。可你后2轮都比我亮眼，你3轮都稳，总分未必会输。比赛不只看一处经验，所有总分已经核对无误。 6号、13号、18号进入最终前3。娘娘。每轮评分和最终总分都在这里，扣分原因也写在旁边，是一项不少。母妃，最后到底是谁赢了？急什么？总要先把分数看清。彩头由娘娘和世子所出，请娘娘公布结果。好，今日便让所有人赢得福气，输得明白。最终胜出的是母妃，您快说呀！18号，真的是我，恭喜你3轮发挥最稳定，请世子爷为18号颁奖。
既然你诚心邀请，小爷便勉强答应。多谢世子，多谢王妃娘娘。往后好好做事，别辜负这份彩头。一场帮工考核，倒让下人指使主子了。我是请世子颁奖，不是指使。你敢拿刀工考别人，可敢让大家看看你的？陪审，考核都结束了，你还想找事儿？我只问一句，他敢不敢做自己出的题？他当然会。他若连自己出的题都做不到，今日这场考核就是笑话。那你可别眨眼。肥婶，看清楚了，豆腐都不敢碰，你还想拿萝卜糊弄人？你要看的是刀工，我先让你看清刀素和粗细。小曼姐，给他露一手。他怎么先拿起萝卜了？因为这一刀已经够你们看清楚。他的刀是不是有影子了？我连第一刀落在哪儿都没看清。速度快有什么用？切得齐才算本事。齐不齐，等我停刀再看。他都没有看刀口，小心切到自己的手。你等的那一刀不会出现。肥婶，这也只能算还可以吗？切完再说。这哪里是切菜，分明是在炫技。母妃，每一根都一样细，粗细确实分毫不差。大家若不信，可以自己来查。我就不信，一根粗的都没有。您都挑第3遍了，还没挑出来？也不过是平日练得多。刀工看的是结果，不是嘴硬。结果大家都已经看见了，要不你也上去切一根？萝卜看完了，豆腐也没少。金簪、玉簪各1只，再赏50两。小苏谢王妃娘娘赏赐。小曼姐，这回真发财了。不过是切了根萝卜，赏的未免太重。有真本事的人值得重赏，还得谢谢肥婶给了我这次机会。小苏厨娘，王妃还有一道安排。刘管家，请说。即日起，你升为1等厨，月银3两。比原来整整多了1倍。多谢王妃娘娘照拂。这么细的萝卜丝，今日能不能做给我吃？正好是一道新品。什么新品？萝卜丸。升职第1日就开新菜，正好庆祝。第一锅必须归小爷，外面脆，里面软，这个能当饭吃。慢点吃，旁边还有汤。小曼姐，院门外有人过来了，你背着黄姑姑吃这么好。黄姑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晚来一步，好东西都让你吃光了。父王母妃没给黄姑姑留吗？他们是他们，你是你，那这一盘给你，算你还有点良心。你递出来的东西还能往回拿？小苏见过乐阳公主，你就是把萝卜切成头发丝的小苏厨娘。府里人说的夸张了些，萝卜丸都能做成这样，刀工还能有假？跟本公主进宫，让皇祖母也开开眼。只要王爷王妃准许，小苏听从安排。黄姑姑吃过油炸蒸吗？吃过放凉的，还被你九皇叔收了5两。九王爷真拿回宫卖了，卖的可贵了，剩下的油炸蒸还一根都没给我留。九皇叔一根收5两，赚的倒比谁都快。油炸蒸要醒面，改日给公主现做。今日先尝第2锅萝卜丸。今日能不能多吃一块？最后一块，吃完必须喝汤，听见没有？馋也得顾着身体。小苏厨娘，你跟本公主走，今日就走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御膳房的厨子随你挑，我拿人跟你10个也不换。你一个小孩子，凭什么替王府做主？他是王府的人，你不能来挖墙脚。公主，世子，先别拉人。你不让我带人，我就去找你父王母妃。找谁都没用，我不会答应。我只是带他进宫，又不是不让他回来。小苏厨娘不能进宫，宫里晚上会吃人。世子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你又从哪里听来的胡话？徐太妃的贴身嬷嬷就是半夜没的。母妃，儿臣想成亲了。你说什么？徐太妃的贴身嬷嬷就是半夜没的。你少拿这些怪话吓人。那嬷嬷只是失踪，谁说是被吃了？半夜不见了，不是被吃了还能去哪儿？世子，没有证据的话不能乱说。宫里最安全，根本没有这种东西。既然安全，那嬷嬷为什么找不到？公主，世子先歇会儿，我去做油炸青。公主和世子还在抢你呢，让他们先蒸，咱们把吃的做好。公主若真要带你进宫怎么办？我是王府的人，一切听王爷王妃安排。宫里根本不会吃人，反正小苏厨娘不能去。本公主改日再来。听说长公主今日也去了厨房院，世子3天2头过去，王爷和公主也都往那儿跑。以前哪有贵人愿意踏进厨房半步？如今厨房的人比绣房还容易见到主子，要是得一次赏，能抵咱们干好几年。难怪如今人人都想往厨房里挤。小苏厨娘年轻漂亮，还这么受主子看重，说不准哪日就被哪位贵人看中了。若是纳进府里，那可真飞上枝头了。以后咱们见她，怕是都得磕头请安。你们几个瞎说什么呢？小春姑娘，我们不过随口聊两句。她靠的是本事。
不是等着谁来纳。再敢乱嚼舌根，我就去王妃面前告你们。不敢了，我们以后再也不说了。记住，小曼姐不需要靠任何人飞上枝头。爷，厨房院就在前面，不去了。您不是还带了100两银票，要点萝卜丸和煎饼馆子吗？本王突然想到一个能管一辈子的办法。爷，什么办法能管一辈子？每次来吃顿饭都得看四皇兄的脸色，所以您以后不来了？不，本王准备把做饭的人带回去。您想把小苏厨娘挖进宫？进什么宫？本王要娶她。娶小苏厨娘？成亲而已，你喊什么？爷，您不会只是一时嘴馋吧？本王从不拿成亲开玩笑。可您才16岁，太妃娘娘能同意吗？我要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带着王妃走遍天下，吃遍美食。不是让阿元传话说傍晚就到吗？小曼姐，你在等谁？九王爷，你回来时看见他了吗？没有，我一路上都没碰到。我的100两银票不会真跑了吧？九王爷没看见，倒碰到几个乱嚼舌根的。他们又说什么了？说你会被贵人看中，纳去做妾。嘴长在他们身上，爱说便说。我已经警告过了，再说就去找王妃。做得好，可我的100两银票还是没回来。算了，九王爷不来，咱们自己试吃。这些东西全做出来，都做，正好给18号办个欢迎试吃。那我去叫邱婆婆他们，先把火升起来。今晚谁都别空着肚子回去。太妃娘娘，九王爷在外求见。这么晚了，他又有什么事？娘娘今日劳累，不如让王爷明日再来。九王爷说是终身大事，一刻也等不得。罢了，替本宫重新整装，让他进来。说吧，什么终身大事让你连夜赶回来？母妃，儿臣想成亲了。你说你要成亲？是，儿臣已经想清楚了。你今日出宫一趟，回来就突然开操了。老话说得好，先成家才能立业。阿元，你家王爷近日可看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？回太妃娘娘，绝对没有。那你怎么突然闹着成亲？儿臣不是胡闹，是认真考虑过的。你才16岁，当下应以学业为重。成家立业，总得先成家才能立业。墨儿，你年纪尚小，成亲之事不必着急。儿臣知道自己年纪不大，既然知道，就先把科业学好。可成家和科业并不冲突。你突然这么急，究竟看中了哪家姑娘？儿臣虽然不急，但小苏厨娘急啊。四皇兄为了小苏厨娘，连四皇嫂都不要了。本王何时说过要娶她？什么叫小苏厨娘急？她比儿臣年长，再耽搁几年，岂不是把人家耽误了？她亲口告诉你，她急着嫁人。那倒没有，是摄政王府的下人在议论。她一句话没说，你便替她把终身大事定。母妃先听儿臣说完，这事其实两全其美。好，本宫倒要听听怎么个两全其美。儿臣每次出宫都麻烦，去四皇兄府里还得看他的脸色。这与成亲有什么关系？把小苏厨娘娶回去，儿臣一日3餐都能吃上他做的菜。你想娶的是王妃，还是给自己找个厨娘？她既能做王妃，又会做菜，岂不是更好？婚姻大事岂能让你拿来解决口腹之欲？以前您总催儿臣成家，今日儿臣主动，您怎么反倒打人？本宫让你寻一个知心人，不是让你寻一张长期饭票。可小苏厨女人好，手艺也好，哪里不合适？你连人家愿不愿意都没问，敢说得理直气壮？等成了亲，再慢慢问也不迟啊！你不能把你四皇兄好不容易留下的厨娘抢走。等等，四皇兄也想娶小苏厨娘？你是听不懂本宫说话。四皇兄若不想娶她，您为何说儿臣是在抢人？因为他负责你四皇兄的膳食。那四皇脑知道四皇兄对小苏厨娘有心思吗？崔嬷嬷，去请摄政王过来。正好，让四皇兄亲口把事情说清楚。爷，事情还没弄明白，您先别急着下结论。四皇嫂陪伴他多年，我岂能眼睁看他受委屈？等你四皇兄来了，把这些话原样说给他听。儿臣正有此意，母妃待会儿别拦儿臣，这件事必须当面说清楚。本宫只怕你越说越离谱。四皇兄若真对小苏厨娘有意，也该先给四皇嫂一个交代。四皇兄为了小苏厨娘，连四皇嫂都不要了。本王何时说过要娶她？谁告诉你本王要娶小苏厨娘？母妃说儿臣不能跟四皇兄抢人。本宫说的是不能抢走你四皇兄的厨娘。四皇兄若不想娶她，母妃为何不准儿臣娶？所以你便认定本王对她有意。臣弟只是怕四皇兄一时糊涂，辜负了四皇嫂。继续说，本王听着。四皇嫂陪伴您多年，您不能因为一时新鲜便移情别恋。说完了，四皇兄现在回头还不算太迟。你说的对，四皇兄能想明白，臣弟也就放心了。本王确实疏忽了一件事。四皇兄疏忽了什么？最近给你的自由太多，才让你有闲工夫四处编排本王。这和小苏厨娘有什么关系？从今日起，禁足1个月，国子监先生每日上门授课。四皇兄，你这是公报私仇。本宫觉得这个安排甚好。母妃，您明明说儿臣在跟四皇兄抢人。本宫说的是你不能抢走他的厨娘。所以四皇兄根本没想娶小苏厨娘。从未。那四皇嫂也不用担心被休了。你还敢提你四皇嫂？本宫最后问你，你究竟喜欢小苏厨娘什么？儿臣心悦小苏厨娘的手艺。果然如此。你娶的是人，不是一口会走路的锅。儿臣也可以每月给她银子，不让她白做。婚姻不是买卖，
这门婚事到此为止。那儿臣以后还能去四皇兄府里吃饭吗？想再去王府，先把1个月禁足和每日考核熬过去。1个月见不到小苏厨娘，臣弟会饿瘦的。正好让你收收心，少惦记几顿吃食。母娘，儿臣可是您亲生的。正因为是亲生，本宫才不能看你继续犯蠢。那本王省下的100两，爷子，你跟没人再说吧。小曼姐，前院刚传来宫里的消息，谁出事了？九王爷说要娶你，还误会摄政王也想娶你。宫里真传成这样了，他到底是想娶我，还是想吃饭？为了以后天天吃你做的菜，那不是娶王妃，是想娶一门厨艺。九王爷因为这场误会被禁足了1个月。1个月？小曼姐，你是在担心九王爷？我是在心疼那100两1顿的大金户。那若宫里真的同意让你做九王妃呢？小曼姐，你愿意吗？九王爷竟然真想娶我，不是玩笑，是明媒正娶的九王妃，那更不能嫁了。那可是九王妃，多少人求一辈子都求不来。她如今吃我1顿饭得拿100两银子，真嫁过去，我1文钱拿不到，还得白给她做一辈子饭。所以九王妃和100两，你还是选100两。可做了王妃，金银珠宝还不是任你挑。九王爷为什么想娶我？因为想日日吃你做的饭，人都娶回去了，他还能让我闲着不下厨。所以你嫁过去还是得围着灶台转，这哪是娶我做王妃，分明是让我给她做一辈子苦大力。可九王妃毕竟是主子，不再是下人了。名头变了，活却未必会变。怎么会没变？不过是换个王府，换个老板，还是日日伺候别人吃喝。而且九王爷娶你，本就是为了你的手艺。我不想换个地方继续当一辈子厨娘，我想闯出自己的名堂。那小曼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？靠手艺挣钱，攒下自己的房子和铺子。你以后真想自己开店？不仅要开，还要让人一提那家店，便知道是我苏曼的招牌。可嫁进皇室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不也很好吗？吃穿靠别人赏，哪有自己一文一文挣来的踏实？可大家都说，女子最后总归要嫁人的，嫁不嫁是选择，不该成为唯一的活法。可女子想靠自己立真的很难，正因为难，才更要学本事，攒银子，给自己留条退路。女子可以一世一家，但更该自立自强。日子过得好不好，不能全指望自己嫁给谁。那我以后也要学好手艺，自己攒银子买房。我来灶间也不只是为了拿一份月钱。那你还想要什么？想学一门真正能让我安身立命的本事。以后谁也别想拿1顿饭、1件衣裳控制咱们，这才对。自己的日子终究要握在自己手里。漂亮话倒是说的比谁都好听，连九王妃都瞧不上。小苏厨娘如今的口气比天还大。这是小曼姐自己的事儿，关你什么事？我只是怕你们年轻，被几句漂亮话骗得找不着北。肥婶觉得我是在装清高，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靠嫁人改变身份。说到底，不过是富贵没真正落到手里，才故意说不稀罕。肥婶说的对，我说的话虽然难听，可句句都是实话。您确实很有自知之明，那是自然。凭您这年纪，再加上这身形，确实没什么飞上枝头的竞争优势。小曼姐说的一点没错。你们懂什么？我这叫珠圆玉润。肥婶儿，这4个字用在您身上，亏不亏心？你这死丫头，敢取笑长辈！珠圆玉润没看见，猪倒是挺像的。我看你就是皮痒了。明明是您先跑到来羞辱小曼姐。肥婶，小春只是顺着您的话开了个玩笑，他这叫人身攻击。刚才是谁先来嘲讽我没有凤凰命？我那是好心提醒你认清身份。既然各说各有理，不如请刘管家来评一评。厨房院的事何必惊动刘管家？您若问心无趣，又何必怕他知道？如今有主子撑腰，说话果然硬气了。我只是把道理摆清楚。山鸡就是山鸡，再受重视也变不了凤凰。你让他说，九王爷不过一时嘴馋，你可别真把玩笑当成富贵。放心，哼，我从没指望靠任何变成凤凰。这次是九王爷，下次还不知谁来抢你。母妃，九皇叔真想把小苏厨娘娶走，他只是贪吃，已经被禁足了。这次关注了九皇叔，下次呢？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皇姑姑想带他进宫，九皇叔又想把他娶走，再来一个人抢，咱们还能一直拦住吗？小苏厨娘一向安分，从未说过要离开。她不走，不代表别人不会来抢。那依你看该怎么办？给她一个谁也抢不走的身份。你小小年纪倒替王府操起心了。他若走了，父王吃什么，我又吃什么？你先回去，本王妃会处理此事。母妃一定要把小苏厨娘留下，去请苏厨娘过来。是娘娘。小苏厨娘，王妃娘娘请你过去一趟。是不是因为九王爷求亲的事，娘娘没有明说，只请小苏厨娘独自过去？小苏这便随春桃姑娘过去。那你早些回来，我们都在这里等你。放心，若再有贵人给你更高的身份，你会离开王府吗？王府待小苏不薄，小苏不会为了别家贵人的身份另投他处。可只凭一句承诺还不够稳妥，只要你愿意，本王妃可以做主，抬你做王爷的贵妾。让我给王爷做贵妾，身份一定，便再没人能把你从王府挖走。你可愿意？娘娘，这贵妾我不做。您若真想留住我，不如准我买房买铺子。别人求都求不来的身份，你只想换一处产业。贵妾的富贵是王府给的，房契和铺契才真正属于你。宁愿继续做厨娘，也不愿做王爷的贵妾。我只想靠自己手艺，不想靠一个身份过日子。你先坐下，把真正的想法说清楚。贵妾虽不是侧妃，却也不是寻常人能得到的。正因这份恩情太重，
小苏才不敢接。你是担心王爷不喜欢你，不是王爷的问题，是小苏不适合后院里的规矩，所以你宁愿继续做厨娘。做厨娘，小苏做的自在，也做得长久。娘娘，小苏能不能斗胆问一句，怎么好端端的突然给小苏机会飞上枝头当凤凰了？本王妃不是要你做凤凰，是怕王府留不住你，因为九王爷和乐阳公主今日是他们，今后难保不会有其他人来挖你。原来娘娘只是担心小苏离开，这事反倒好办了。王府救过小苏，也给了小苏立足的机会，所以你不会跟别人走。无论谁来挖墙脚，小苏都不会为了别家贵人的身份离开王府。可人心会变，一句承诺如何让本王妃放心？娘娘不必用贵妾身份绑住我，只需让我在王府之外也有些安身的底气。你所说的底气，就是房子和铺子。正是，承蒙娘娘和各位贵人赏赐，小苏手里攒下了一些银钱，你想买什么？一处能安身的小院，再买一间以后可以经营的铺子。你如今确实该为自己置办些产业傍身，只是下人置产过户多有不便，想请娘娘准许。此事合情合理，本王妃准了。到时需要去官府登记，本王妃让刘管家协助你。真的，小苏谢娘娘成全。方才拒绝贵妾时也没见你这样高兴。贵妾不适合小苏，房契和铺契却正合适。娘娘人美心善，青春永驻，与王爷伉俪情深，白头偕老。好了，再夸下去，本王妃都要被你送上天了。娘娘方才说的贵妾之事，王爷知道吗？还未告诉他。不过你若答应，王爷想来也不会反对。王爷真的会愿意？男人嘛，多半都是如此。小苏还是觉得房子铺子更稳妥。什么事情本王不会反对。你们方才在说什么？我在与小苏厨娘商量你的生辰宴。娘娘问小苏，王爷会不会反对宴席增加几道新菜？府里吃顿便饭，不必大操大算。既然如此，今年的生辰宴便交给小苏厨娘安排。小苏一定尽心准备。你先回厨房准备菜单。告退。差点当着王爷的面说漏嘴。小曼姐，王妃有没有为难你？没有，王妃把王爷今年的生辰宴交给咱们了，整场宴席都由咱们负责，从菜单到出菜全部由咱们安排。往年王爷的生辰宴不都是肥婶和徐总厨负责吗？既然娘娘有安排，自然该恭喜小苏厨娘。宴席菜多，到时还得请肥婶和大家一起帮忙。让我给你打下手，都是为王爷办宴，没有谁给谁打下手。到时看上头如何安排吧。王掌柜，上次那间带院子的酒楼还在吗？在，当然在。我一看便知他是在等苏小姐。5两定金还记在账上，刘管家已经派人核验过，这处产业没有债务纠纷。过户文书可准备好了？文书已经备齐，价钱谈妥后便可签契送官府备案。那便谈个能成交的价格。院子加酒楼，看在姑娘有诚意，取整300两。200两。苏姑娘，您这是砍价还是要我的命？铺子挂了这么久都没卖掉，300两显然没人肯接。地段、院子前后两进，样样都值银子。值不值？不看掌柜怎么说，要看有没有人付钱。最低280两，再少实在不能卖。230两。姑娘，您每还一次价，我这心便疼一次。既然谈不拢，我便去别处看看。260两，这已经是见血的价了。250两，成便成，不成我现在就走。250两，回来，250两卖给你，先前5两定金抵入总价，姑娘再补245两，成交。苏姑娘，您方才不会就是在诈我的底价吧？掌柜若不愿卖，又怎会开口叫住我？您这哪里是买铺子，分明是拿刀割我的肉。多谢掌柜成全，往后我开张，请您来吃第一桌。官府已经完成登记，从今日起，这院子和酒楼便真正归苏姑娘了。多谢掌柜，贵妾我不做，房子和铺子如今真正属于我。王爷生辰宴只剩几日，接下来才是真正的硬仗。小苏厨娘，我的嘴要烧起来了。生辰宴还没开席，你竟先把小郡主辣哭了。贵人家的孩子若出了差错，你担得起吗？先小口喝2口牛乳，缓过来再说。我早就劝过他们，是他们非要吵。肥蒋既然要问责，不妨先听听事情是怎么开始的。屋顶得先补，桌椅挑还能用的留下。后厨还得重新整造，酒楼已经是我的，晚几天修也跑不了。王爷生辰宴只剩3日，先把眼前这一仗打好。这次实验产业多亏刘管家帮忙，小小心意，请您尝尝。恭喜小苏厨娘治下产业，往后必定生意兴隆。刘管家这话我爱听，借您吉言了。12道菜的主厨、人手和备料也会今日定下。不错，肥婶和徐总厨都已经过去了，那便不能让娘娘久等，咱们现在过去。这是王爷康复后的第一个生辰。席面虽不铺张，却不能怠慢。12道菜已经初步定下，请娘娘分派。6道主菜由小苏厨娘负责，凉菜和配菜交给徐总厨与肥婶。小苏一定竭尽全力，不让宴席出半点差错。既是娘娘安排，我们自然全力配合。我们这边也没有异议。小苏厨娘那边不过几个人，不如从6道主菜里分2道给我们。6道大菜都压在1人身上，张昭确实是紧张。你仔细算算，可需要将主菜分出。主菜不必分，再添3个洗菜搬运便足够了。到时方还得麻烦肥婶把可调配人手叫齐。自然都是为了王爷的生辰宴。你把可调倒配的人手叫齐，仍由小苏厨娘全权负责。小曼姐，王妃给咱们分了几道菜？12道菜，咱们负责6道，而且全是主菜，剁椒鱼头、陈皮鸭和姜葱鸡都交给咱们。主菜越多，责任越重，任何一步都不能出错。今日先列好分工，明日挑定帮工，随后立即分批备料，大家一起干，绝不能挑选小曼姐丢脸。
前面3个手脚迷利，平日做事也安分，就留你们3个，只负责外院洗菜、搬运和粗加工。这2人跟了我多年，不如也留下帮你。王妃只准我挑3人，如今人手已经够了。小曼姐，今晚深夜食堂还开吗？不开了，再忙下去，生辰宴还没办，我便先累倒了。王爷明日带去的饭菜也继续减成3菜1汤。对，宴席结束前，所有精力都放在备菜上。那些等着夜宵的人，怕是又要失望了。银子谁不想赚？可眼下不能因小失大。这2日好几位大人都在问你是不是不愿做饭了。不过从6菜1汤减成3菜1汤，他们便发现了。以前还能轮流蹭2口，如今这点菜只够王爷和陛下，所以他们准备怎么办？愿意加银子，请你单独多做1份。这份王爷准我收吗？王爷亲口说了，想吃便交钱。王府不是善恩堂。先把大人们的名字记下，等生辰宴办完，我再接他们的加餐。瞧见没有，里面掌勺的便是小苏厨娘。那只鸭子看着也太香了，这里每一道菜的香味都不一样。先问问有没有剁椒鱼头，我祖父回家后一直念叨。厨房这么忙，咱们别进去添乱。不进去，只在门口问一句便走。今日人多火旺，不能往灶间里走。我们不进去，只问今日有没有剁椒鱼头。有，这是王妃亲自定下的主菜。那我们小孩桌也有吧？剁椒鱼头有，不过你们小孩桌没有。为什么我们小孩桌没有？凭什么大人能吃，我们不能吃？我们都好几岁了，早就不是3岁栽。你们当真觉得自己能吃辣？区区一道鱼能有多辣？你们先别把话说得这么满。鱼头刺多肉少，剁椒又重，孩子桌另备了去刺鱼肉，更适合你们。可我们就是想尝尝大人桌上的味道。你们先清尝一下，真能接受这个辣度，我再考虑给你们加剁椒鱼头。这么小一圈，真能把人辣哭？觉得辣便立刻吐掉，不许为了逞强硬撑。哼，我以前试过一次，辣的眼泪直流。你们最好别吃，你越这么说，我越要试试。王直、李萧景宁，你们敢不敢一起？有什么不敢？一起吃，谁先吐出来，谁就是胆小鬼。我还是听表弟的，在旁边看着你们，他们非要试我拦不住。表哥千万别跟着胡闹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辣起来可没人替你们受着。1、2、3。小苏厨娘，我的嘴要烧起来了。先小口喝2口。我早说过不能吃，你们偏偏不信。生辰宴还没开席，你竟先把小郡主辣哭了。贵人家的孩子若出了差错，你担得起吗？是我们自己非要吃的，不关小苏厨娘的事。小郡主不必替他开脱，这辣椒总是他给的。小苏厨娘提醒过，我也拦过，是他们偏不听。肥婶担心贵人没有错，但至少该先问清楚。他还让我觉得辣就吐掉，是我自己逞强。既然小郡主这样说，那便是我误会了。别急着咽，小口含一会儿，辣味会慢慢退下去。真的没刚前那么疼了，嘴还是麻的。这辣椒也太厉害了，我祖父怎么会觉得剁椒鱼头好吃？现在还想不想吃大人桌的剁椒鱼头？不吃了，小孩桌的鱼肉便很好。剁椒鱼头我们不要了，可总得给点补偿吧？是你们自己要试，还想让我补偿？做几条油炸鸡便好，不会。我们1人1条，吃完马上离开厨房。只能做1小篮，谁也不许在家。够了，我负责分，绝不让他们争抢。小曼姐，主菜还没出完，真要现在炸吗？蒸鱼还有空档，炸1小篮来得及。小曼姐姐，我们保证不添乱，别催。若炸糊了，你连1条都吃不到。都站远些，热油溅到身上可比辣椒更疼。已经变金黄了，可以出锅了。每人1条，不许抢，最后1条才是我的，又香又脆，这补偿还算有情义。吃也吃到了，你们赶紧去前院，别堵着灶间。把姜末端来，继续做姜葱鸡。小曼姐，姜擂成这样够不够细？可以，先盛出来，再照这个程度春些蒜末。姜末和蒜末是给姜葱鸡做蘸料吗？鸡肉清香，蘸料必须够鲜，味道才能提起来。这料还没淋油，我都想拿来拌饭了。先把宴席做好，晚上留下的料汁随你们吃。怎么又回来了？前院马上就要开席了，我们不进去添乱，只想问小苏厨娘一句话。什么事非得现在问？听说九王叔想娶你，是真的吗？这种话也是能随便问的。你若知道，便直接告诉我们真假。九王叔求亲被拒，听说四皇叔也想纳你做贵妾。小曼姐，这件事也是真的？是真的，我亲耳听见母妃提过。世子，王妃娘娘的私话你怎么全往外说？他们一直问，我总不能骗他们。所以你真的拒绝了四皇叔？王妃只是提过一个留人的方法，并非王爷真要纳妾。可王妃确实问过你的意愿，问过，但我已经婉拒了。贵妾身份不好吗？为什么不答应？我不懂高门礼仪，也不适合后院生活。做贵妾真的这么不好吗？不是身份不好，只是它不适合我。我刚在回廊都听见了，做妾有什么好的？你不愿意便不要做。你小小年纪，倒懂得不少。我有几个叔叔尚未成亲，你可以挑一个做正妻。你别在这里乱点鸳鸯谱，做正妻能自己当家，总比做妾舒服。那便把画像都拿来，让小苏出来慢慢挑。小苏厨娘，我以后能不能叫你小曼姐姐？当然可以，你不介意便好。我回去便拿叔叔们的画像，让小曼姐姐好好挑。你怎么突然对我的婚事这样热心？若事情成了，你以后能不能常给我做好吃的？原来绕了半天，你也是冲着这一口吃的。我便知道，他根本没安好心。小苏厨娘在王府待得好好的，才不会嫁去你家。她若与我叔叔看对眼，凭什么不能嫁？她是王府的人，不能说走便走。世子，我只是王府厨娘，
并不是不能离开的目的。小曼姐姐想嫁谁，当然应该由她自己决定。那也该讲个先来后到。她若真要嫁，也该先嫁给我父王做贵妾。贵妾也是妾，终究得看正妻脸色。那是我父王的贵妾，身份自然不同。身份再高也是妾，哪有正头娘子自己当家舒服？这句话说的确实有道理。小苏厨娘，你怎么还帮着他说话？因为他说的更好，也是我的想法。小曼姐姐，以后千万不要给别人做妾。好，这话我记住了。我父王的贵妾又不是寻常妾室。世子，这个话题今日到此为止。那你以后若真嫁人，想做什么？小曼姐姐今日给你们一个准话，以后若嫁，我只做正头娘子。九王妃你不做，王爷的贵妾你也不要。院外已经有人议论，都说你放弃了天大的富贵，让他们说眼下先把生辰宴做好，2刻钟后便要上菜，不能再分心了。可这样的机会，别人求都求不来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吗？你们真觉得我应该后悔吗？小曼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吗？不后悔，我现在只想把这桌生辰宴做好。只剩2刻钟，前院马上就要催菜了。6道热菜快齐了，可甜点还没准备。肥婶那边不是已经做了糕点吗？他们做他们的，我要给王爷做一份谁都没见过的生辰礼。姜葱鸡和蘸料已经齐了，现在能送出去吗？先别急，6道热菜必须按照顺序分批送出去。陈皮鸭已经收汁，火候也刚刚好，蒜蓉粉丝虾也装好了，全部放上木架保温，任何蘸料都不能送错。明白，我守着木架，不让别人乱动。这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这叫坚果慕斯蛋糕，是我单独送给王爷的生辰礼。它是糕点，还是一道甜菜？算甜点，但做法与寻常糕点完全不同。王爷以前吃过这种蛋糕吗？没有，所以今日能不能成功，我心里也没底。火这么小，前院开席前真的能熟吗？只能用温火，火一大，外面焦了，里面还会生。蛋香已经出来了，看着应该快成型了。越到最后越不能急，天柴只准一根一根来。知道了，我绝不让火苗突然蹿高。再等片刻，只要竹签不沾面糊便能出锅。怎么样，里面是不是还没熟透？成了，里面已经完全熟透。第一次做便成功，这蛋糕还真听你的话。现在只是烘熟了，外形和口感还没完成。那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切开试吃？还不行，先整理外形，再冰镇，少一步都不成。平日装东西的竹围笼还能拿来做糕点。大小正合适，又方便塑形，比瓷盘更好用。这些坚果和果肉也要铺在上面吗？再加一层黄豆粉，颜色和香气才完整。现在看着便好吃，我能先尝一点边角吗？不许偷吃，这份还要拿去冰镇。刚才不是做好了吗？那是试做，这份才送王爷。肥养那边也有糕点，各做各的，不冲突。我只想给王爷添份心意。那这份绝不能失败。这个大的比方才那份更漂亮，先送去冰镇，定型够时辰前谁都不能动它。钳工已经在催菜，宾客应该都入席了。6道热菜全在木架上，只等你发话。先上孩子桌菊鱼，再依次送出大人桌热菜。明白，我去核对蘸料，绝不送错。前院已经开席，孩子桌正在等第1道热菜。先送砂锅菊鱼，整锅端上孩子桌后再揭盖。姜葱鸡的蘸料已经配好，每道菜都有自己的吃法，一定要给宾客讲清楚。这锅鱼也太香了，看着比普通蒸鱼好吃多了。鱼肉这么多，咱们一人能分好几块，香倒是香，就看吃起来有没有特别之处。这是专门给小客人准备的砂锅菊鱼，鱼肉鲜嫩又入味。那我先尝一口，替大家看看味道如何。你慢些，这回可没人跟你抢。孩子桌那锅鱼看着竟比寻常席面还讲究。小苏厨娘并未因为是孩子桌便随意应付，孩子口味不同，小苏娘便专门换了一种做法。她做事一向细致，大人桌的主菜更让人期待。刘管家，老夫一直惦记的剁椒鱼头呢？这便是诸位一直惦记的剁椒鱼头，正是这个味道。老夫回去后一直念念不忘。满盘红椒看着凶，香气却确实勾人。鱼肉可以直接吃，剩下的汤汁还能用来拌饭。今日都是自家亲友，诸位不必拘礼。既然王妃发话，老夫便先替大家尝尝。姜葱鸡配姜蒜泥，卤水拼盘则有2种蘸料，一道菜配1种吃法。小苏厨娘确实讲究，鸡肉清鲜，蘸过姜蒜泥后，香味更加分明。鸭肉浓香入味，却没有半点油腻。小苏厨娘说，每一道菜都该有自己的味道。难怪满桌菜肴没有一道吃起来相同。九皇帝今日真是倒霉，偏偏错过这一桌美味。他已经被禁足，你回宫可别故意刺激他。我若把每道菜说一遍，他今晚怕是连书都读不下来。让厨房每样另留一份，待会儿给九王爷送去。是，我让厨房另外装盒冻主桌上的菜。四皇嫂总这样心软，害我连个笑话都看不成。你突然这样看着本王妃，又在打什么主意？四皇嫂别紧张，我今日可没说要把人带走。你每次这样笑，便说明没有什么好事。这桌宴席让我开了眼，小苏厨娘也确实有本事，喜欢便多吃些，别再惦记王府的人。四皇嫂，咱们商量个事儿行不？四皇嫂，把小苏厨娘借我进宫，让她给母后做顿饭。借去做饭可以，做完必须把人送回来。她若自己愿意，本王不会阻拦。四皇兄放心，我只借他的手艺，绝不抢人。上回想将他留在宫里的不知是谁，上回是嘴馋，这回可是为了孝敬母后。娘娘，妾身也有一事相求。沈夫人请讲。侯府嫁女，想请小苏厨娘长号。我刚借人，你便来排下一场了。女儿出嫁，喜宴不能马虎。接不接，应先问她自己。好，席面将散时派刘进去问。
王爷、王妃，小苏厨娘准备的生辰点心送到了。这便是她额外准备的东西。正是，名叫坚果慕斯蛋糕，是专为王爷生辰制作的。连本公主都没见过，快揭开瞧瞧。难怪她一直瞒着，原来还留了一道生辰点心。既是她准备的心意，便揭开吧。蛋香里还有坚果香，闻着便不一般。刘进，这蛋糕该怎么吃？先划十字，再切小块，装碟漫长。这是本王的生辰礼，本王先尝。王爷觉得如何？绵软清甜，却与寻常糕点不同。四皇兄都说好，快给我们也分一份。这是你们王府做的，你肯定早就吃过吧？没有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你是王府世子，竟然还没有客人先吃到。世子先尝味道，喜欢再去找小苏厨娘。你们都不动，那我便替你们先尝一口。谁让你抢第一口了？这可是我父王的生辰蛋糕，又软又香，这比我吃过的糕点都好吃。鸡蛋香很浓，坚果咬起来还会清清脆响，甜而不腻，口感确实十分特别。觉得好吃便直说，何必还装得这样镇定？这么一小口一小口吃，什么时候才能吃完？你不会准备直接用手拿吧？直接用手拿糕点，未免太不文雅了。入口痛快便好，吃块蛋糕还要讲多少规矩？王之礼是读书人，自然比你更讲究礼数。吃饭慢吞吞的，真遇上急事，肚子都填不饱。你们要吵便吵，别耽误我吃完这一份。吃得快不代表吃得好，礼数也不能丢。那你慢慢讲道理，我已经吃完了。难怪孩子桌停不下来，确实香软。寻常鸡蛋竟能做成这般新鲜点心，他肯钻研，从不只守着旧法。他能有今日，不只是运气。让他操持喜宴，妾身便放心了。进宫自然排在侯府前面，今日席面妥当，厨房上下该赏。既无差错，照王妃的意思办。帮工有赏，掌勺的总该更多吧？厨房多赏2个月令，掌勺另赏荷包。照王爷的话办。再问小苏愿不愿接活？是，奴才立即去厨房传话。王爷、王妃满意，厨房多赏2月月例。我们大家都有，都有。厨房名册上的名字一个不少，掌勺另有荷包。多谢主子体恤，也劳刘管家跑一趟。这份赏数，小苏一定铭记。先打开看看，王爷今日可大方得很。 5个10两，竟赏了整整50两，难怪荷包这么沉。小曼姐发财了。主菜和蛋糕都出自你手，这是你应得的。小苏、小春和荣英都没白忙，宴席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小春、秋婆子和荣英都出了力。银子只是第一件喜事，还有2份差事要问你。王妃娘娘还有2份差事。第一份，随长公主进宫为太后做饭，展示刀工。进宫给太后做饭，这可是大机会。第2份，操持武安侯府嫁女喜宴。皇宫和侯府竟同时点名请我，主子没有替你决定，只问你愿不愿去。小曼姐，皇宫和侯府可都不是寻常地方，进宫重礼律，喜宴重人数，两边都不能出差错。任何一边办砸，损的都是你与王府的名声。可王爷生辰宴都办好了，这2份差事也难不倒你。场面越大，越能让更多人记住我的手艺。那我贴当小苏厨娘愿意接下了。劳烦回禀主子，这2份差事我全接了。进宫和侯府喜宴，你都不推辞。贵人肯给机会，我不能自己后退。小曼姐的手艺终于要走出王府了。刘管家辛苦，这块试做蛋糕带回去尝尝。好，我这便复命，等着看你再扬名一次。又是进宫，又是侯府喜宴，你的手艺真要传遍京城了。这可不只是运气，越是大场面，我越不能出半点差错。小曼姐，你真的一点都不害怕吗？王府只是第一步，我要让整个京城都记住苏曼的手艺。刚得了赏丧，便聚在院里躲懒了。生辰宴是谁忙出来的？妃婶心里没数吗？得了赏也不能坏王府规矩。别争，今日正好把赏金分了。小春、荣英、秋婆子各2两，临时帮工的3份也一文不少。小曼姐，每人2两是不是太多了？我能拿到重赏，也有你日夜帮忙的功劳。可王府已经多发了2个月月例，那是王法给的，这2两是我给自己人的，都收好，往后做事更加尽心便是。这3份劳烦秋婆婆亲自转交，放心，一文都不会少。你那个蛋糕为什么直到昨日才做？世子一大早来厨房就是为了问这个。你先回答，之前为什么从来没做过？世子爷，您昨日不是说今日要安分些吗？问句话，哪里不安分了？你是嫌我做的太晚，还是昨日根本没吃够？我才没有没吃够，也一点都不想吃。那正好，我原本今日还想再做一个。你今日还要做蛋糕？原本想做，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。为什么突然没有必要？没人想吃，我何必费那个功夫？世子爷，您再嘴硬，这蛋糕可真没了。谁说没人想吃？我可以吃。听着怎么还有些勉强？一点都不勉强，我是真的想吃。究竟有多想？世子总得说清楚吧。那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糕点，现在也是我最喜欢的。世子昨晚做梦还念叨着蛋糕呢。既然这样，我倒可以考虑再做一个。还考虑什么？我都已经说的这样清楚了。做蛋糕费时间，厨房近日又有许多事情。我不催你，只要最后能吃到便好。行，
2日之内给你另做一个小的。一言为定，你可不能反悔。爷，蛋糕已经有了，咱们该回去读书了。快去吧，再不走，这个小蛋糕也取消。小曼姐，大晚上不休息，你在找什么？算算日子，地底下的东西应该成熟了。地瓜藤贴着地面，土豆苗却直着长，它们能吃的部分都藏在地下。别围得太近，免得挡着小苏下铲。铲子碰到东西了，好像还不止一个。那快挖出来，让我看看究竟是什么。这东西灰蓬蓬的，真的可以拿来吃吗？细长的是地瓜，圆一些的叫土豆，一个细长，一个圆滚，模样倒完全不同。先别往嘴里放，头一回收成还是小心些。既然是小曼姐种的，我先咬一口试试。慢着，先别生吃，洗净弄熟再尝。生的根茎入口不稳妥，先弄熟再吃。原来不是不能吃，是不能乱吃。我认得它们能吃，但头一回在这里收成，先少量熟食最稳妥。那便先洗净，再烤几个试试。我来打水，这回绝不抢着下嘴。每样只烤几个，剩下的都留着。对，第一次收获不能一口气全用掉，烤熟以后还是由你先尝吗？我先尝第一口，你们只举试一点，不舒服立即停下。听小苏的，谁也不许逞强。怎么有股焦味儿？不会烤坏了吧？焦香不等于焦坏，再等片刻。好香！我刚吃完晚饭，肚子怎么又叫了？外皮已经裂开，应该快熟了。闻着确实有一股自然甜香，已经软了，可以取出来。里面竟然是橘黄色的，先晾一下，太烫会伤嘴。味道正常，你们只尝一点。这是什么神仙东西？怎么这样甜？软软糯糯，里面一点硬心都没有，没有加糖，竟也能甜成这样。地瓜本身带甜味，烤熟后香气更浓，比芋头好吃多了，还一点都不噎人。土豆没有地瓜甜，吃起来却更扎实。这土豆比地瓜更扎实，才吃几口，胃里便沉甸甸的。好吃只是其次，能够果腹才是它真正的价值。若穷苦百姓也能种，是不是便能少挨些饿？先观察一夜，明早我们都无恙，我便上报王妃。只种了这么一点，竟挖出整整2大筐，这样的收成比普通蔬菜高出太多了。既能果腹，产量又高，这绝不是寻常吃食。全部留作证据。这2筐可能关系许多人能不能吃饱。我锁好院门，再到屋里守着，谁来也不开门。2筐只能证明能吃，还不足以推广。怎样才能让朝廷相信？制造一处成片自然生长的野外发现，再留下能够繁育的种块。明日先上报王妃，2筐不够，我便给王府与朝廷一场不得不信的大发现。娘娘，这2样东西少量试种，便收了整整2大筐。老奴亲眼看着挖的，昨夜尝过一点，也十分顶饿。若真能大量种植，寒冬里能少饿死多少人？所以小苏天一亮便来禀报，今日便做，让王爷亲自试。王妃娘娘已经相信他们能吃了，能吃只是第一步，还得看看究竟多顶饿。今日不再像昨晚那样烤着吃，地瓜蒸饭，土豆烧鸡，这样吃完更容易看出到底耐不耐饿。对，味道只是其次，果腹才是重点。今日这饭为何与往常不同？小苏厨娘新收了2样作物，地瓜和土豆，便是少量试种便收了2大筐的东西。正是，昨夜试过的人都说十分顶饿。今日先吃到这里，本王倒要看看能撑多久。王爷今日确实比往常吃的少，午膳比平日少，到现在竟还不觉得饿。午膳没有添第2碗，几个时辰也没再进食，确实耐饥。妾身那份也只吃了少量，到现在同样不饿。少量试种便高产，又能耐饥，便不能只当一道菜。王爷是想将它当粮食？若产量稳定，百姓便能多一条活路。卖你这些种子的商贩，如今人在何处？小苏只在市集偶然见过，不知对方住在哪里，姓名、相貌或摊位，你还记得多少？当时只觉得种子稀奇，并未细问来历。偏偏如此重要的东西找不到更多来历。这2日小苏再去试试寻寻，也许还能遇见。娘娘，小苏还有件事想求您通融。说吧。听闻济国寺素斋极好，小苏想跟着去学几道。荤菜尚未学够，又想学素斋，技多不压身，往后主子想换口味，也能多些选择。后日初1，你便跟本王妃一道去。谢王妃娘娘。这城外的路比京城里还难走，含一颗能稍微压一压恶心。多谢，我差点连早饭都颠出来。第一次出远门，到了寺里先歇一会儿。娘娘放心，学几道斋饭还难不倒我。王府厨娘愿学素斋，贫僧自然知无不言。师傅肯教，便是小苏的福气，我也能帮着打下手。师傅，后山野菜不够了，我再去挖些回来。我也一道去，正好认认寺里的野菜。可以，后山杂草多，别走太远。师傅放心，挖完便回来。咦，这叶子怎么看着有些眼熟？小苏厨娘见过这种野草。先别拔，我看看根底下有没有东西。后山野物杂，可得小心些。这不是我在王府试种出的地瓜吗？真与你王府里种的一样。你看，根下结出的形状一样。那几株直着长的，也与你种的一样。连土豆也有。以前没人知道能吃，只怕一直当野草了。不能耽搁，我马上禀报王妃。这些真是从济国公寺后山挖出来的。是，而且远远不止这一处。与王府昨日吃的2样东西确实一样。
附近地瓜藤和土豆植株到处都有，立刻派人勘察，范围没嘎清之前，谁也不许乱挖。是。地瓜没错，土豆也有，2种都有，继续往里查。怎么越往里面越多？继续查，必须找到尽头。娘娘，已经1个时辰了，还没回来。查得越久，范围恐怕越大。若只是零星几株，早该回来复命了。真要遍布后山，这事情可就大了。无论多少，都必须查清。娘娘，后山大致查清了，只是发现附近那一片。不是，越往山里越多。到底延伸出去多远？到底有多大？直接说。回娘娘，土豆、地瓜绵延数里，遍布整座山头。整座山头全都是？是，许多都已经成熟。若都能留种推广，百姓便多了一条活路。立即安排人回京报王爷，一字都不能漏。是，奴婢马上去安排。王爷，济国寺后山发现大量土豆、地瓜。大量是多少？不是几亩，是绵延数里，遍布整座山头。若都像府里示众的那般高产，此事可就大了。王府几株便收2筐，本王必须亲眼确认。属下这便备马。王爷，府里示众的地瓜、土豆确实十分耐饥，高产耐饥，最重要的是百姓容易果腹。若还能留种推广，荒年便能少死许多人。所以本王不能只听一份回报便下定论。王爷要亲眼看看，它究竟能产多少。先确认，再谈推广。王爷，就是这些，与府里种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勘察的人确认过范围了。沿山查了1个柱时辰，确实绵延数里。小苏最初只看到几株，往里面走才发现越来越多。东西在哪里？本王亲自去看。好，妾身带王爷过去。这些全是地瓜与土豆，近处已经确认过，再往里面还有很多，这一眼竟都望不到头。妾身最初听见整座山头，也觉得难以置信。光看植株不够，本王要看地下究竟结了多少。小苏挖1株给王爷看，一株下面竟能结出这么多个。只要土壤合适，收成确实不低。府里那几株也是这样的产量，差不多，所以最后才收了整整2大筐。这里若全部挖出来，可不是小数目。最重要的是，以后还能不能继续种？王爷，这东西可比黄白之物珍贵多了。松管事，这话是不是说的太重了？金银不能填肚子，这些东西却能让百姓活命。只要能够繁育推广，松九这话便没说重。那接下来便要慢慢挖，尽量别伤到能够留种的部分。属下亲自留下盯着，绝不让人乱来。成熟的先分批挖出，数量全部登记清楚。是，属下亲自盯着，不会让人私自动用。最好记后续示众所需。具体如何肥育，回京再找懂识的人商议。有王爷安排，这些东西便不会被浪费了。今日的发现，你也有功。妾身先回科院等着。王爷言重了，小苏不过碰巧看见而已。怎么旁人没碰见，偏每次好事都叫你撞上？只能说小苏嘴馋，哪里有吃的便爱往哪里钻。一次是巧合，次数多了便是本事。真正让他们派上用场，还得靠王爷和朝廷。小苏雏鸟倒是半点不贪这个功劳，属下这便回后山盯着采挖。师傅，这可是今日斋饭里用的豆腐。正是，用山中清泉磨出的山水豆腐。小苏十分喜欢，不知能否带几块回去？姑娘今日也帮了忙，几块豆腐算得什么？多谢师傅，我回去正好研究些新吃法。路上放稳些，莫给颠碎了。小曼姐，你又从济国寺带什么好东西回来了？山水豆腐，用寺里全做的，比城里的更香。还没下锅便有这么浓的豆香，确实不一样。晚上能不能做来尝尝？当然，我自己也还没吃够。跟王妃出趟门回来，就只惦记这几块豆腐，不惦记豆腐。那依肥婶看，我该惦记什么？好不容易跟着王妃出门，总该想些更有前程的事儿。小曼姐的前程还用肥婶操心吗？哼，我不过好心提醒，年轻姑娘总得为以后打算。肥婶这么一说，我还真该好好想想。你能听进去便好。我入府才几个月，王妃已经让我连升2级，那也是娘娘看中你的手艺。所以我若再往上升，岂不是只能做管事了？哎呀，那肥嫂的位置可就危险了。胡说什么？我在王府这么多年，哪是谁想替便替的？放心，我一向尊老，目前还没打算抢肥嫂的差事。瞧把肥婶吓得脸都快绿了。吓吓也好，省得她成天找事儿。小曼姐，济国寺后山到底发现了多少？不是几筐，是绵延数里的整座山。整座山，那得挖出多少地瓜土豆啊？所以今晚别省了，把咱们先前留下的地瓜洗几个，我给你们做反杀地瓜。小苏厨娘可在？王妃有东西让我送来。我就说吧，刘管家一来准有好事。你连东西都没见，怎么知道是好事？指不定又是给小曼姐送赏识的。先别胡猜，等刘管家把话说完。还真让小村姑娘猜准了，这次又是啥？这些银钱首饰还有几匹好料子，都
都是王爷王妃赏你的。小苏只是碰巧发现，哪里担得起这么重的赏？你若不认那2种作物满山粮食，还不知要埋到何时。就是，这式样给小曼姐一点都不多。马上入冬了，这几匹厚料正好做冬衣。那小苏便恭敬不如从命，多谢王爷王妃。这料子又软又厚，做成冬衣肯定暖和。王妃赏的正是时候，我也该准备入冬衣裳了。你想做什么样式？我可以帮你看看。样式好说，问题是我根本会做衣服。小曼姐还有不会的东西，我会拿菜刀和锅铲，针线是真拿不明白。不会做便送去针线房，花些工钱请绣娘就是。小苏厨娘是想做冬衣，正是。我不会女红，想请人帮忙。于绣娘的针脚最细，你找她便好。小苏厨娘若信得过，我一定仔细做，工钱再加2成。一绣脚替我做结实些，太多了，做好衣裳再给也不迟，早晚都要给。你先收下吧。听说你连自己的冬衣都花钱请绣娘替你做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姑娘家连女红都不会，还花银子雇人，未免太败家了。小曼姐花自己的钱，跟肥婶有什么关系？我也是替你以后担心，连女红都不会，这样的姑娘谁敢娶回家伺候？肥婶，你说完了吗？我会做饭挣钱，能花钱请人做的事，为何非得自己熬夜缝衣？女子连女经都不会，说出去不怕人笑话。我这双手就是拿勺的料，针线活确实不适合。小曼姐靠手艺挣银子，花自己的钱又碍着谁了？哼，银子多也不能把女子该会的东西全丢了。肥婶急什么？我还有更重要的话没说呢。王妃赏我的好料子，我若自己缝坏了，那才叫糟蹋。好料子当然得配最好的绣工，这有什么不对？我不过好心提醒，你们倒说的我多管闲事似的。哎呀，我倒忘了，肥嫂没得过这么重的赏赐。你这其中的讲究，我跟肥婶确实说不清。好面料配好绣工，这滋味肥婶不懂。这么多，全是纪国寺后山挖回来的，只运了一部分回来，已经堆满一间屋了。松管事这些日子辛苦了。我辛苦什么？这可是你慧眼识珠发现的好东西。我是碰巧撞见，要谢还是得谢王妃带我上山。王爷已经交代，这些东西往后由你看着安排。王爷既交给你，这间屋往后怎么管，你说了算。我负责用，账目另找人记。都交给你了，为什么还要分开？东西和账不在一只手里，才最清楚。稳妥。就照你的法子办，这些新粮全部过秤入账，1斤都不能含糊。明白。往后竹筐照实登记。我每次领多少，也请钱管事照实记上。那这些东西平日谁能领取？专项专用，除了小苏厨娘按账领用，其余人不得擅自动用。这样最好，我只管安心研究吃法。小苏厨娘，小苏厨娘，我听说地瓜全运回来了，消息倒快。想吃烤地瓜？要甜甜的那个，洗干净扔进灶堂，很快便熟。世子爷，今日的大字还没写完，吃完再写不行吗？等地瓜也是等，为什么不边边便写？字写完，地瓜也差不多熟了，正好2不耽误。那我要坐这里写，我还得看着地瓜。只要世子肯写，坐哪儿都成。那便专心写，不然字丑了，可别怪地瓜。我今日一定写的比昨日好。等等，土豆是不是要做土豆烧鸡？今日没准备鸡，土豆烧鸡暂时吃不上。那你拿这么多土豆做什么？换一种你从没吃过的做法。什么做法？先把大字写完，等会儿自然知道。小曼姐，土豆已经蒸软了，正好，今日给大家试个新吃法。还要加什么？鸡蛋、肉末，再撒些葱花。这新吃法叫什么？就叫土豆饼，正好试试那口新锅。这锅改了2回，今日总算能派上用场了。马上便知道值不值得了。这一面好漂亮，再煎片刻便能出锅。小苏厨娘，你又在做说什么这么香？不是刚告诉你叫土豆饼吗？那我字写完了，可以吃了吗？世子爷，还剩最后2行，怎么还有2行？什么时候写完，什么时候开吃。我马上写。阿元，你闻到了没有？闻到了，很香，好像以前没吃过。本王刚捡粽族，第一趟果然来对地方了。王爷，咱们不是应该先去给摄政王请安吗？四孝哥什么时候都能见，好吃的凉了可就不好吃了。您这话最好别让摄政王听见，快走！铁定是小苏厨娘又弄新东西了。你们偷偷摸摸吃什么呢？怎么没人叫本王？九王爷好久不见，刚出锅的土豆饼正好尝尝。外焦里嫩，还有肉香，这东西也太好吃了。九皇叔来晚了，我已经吃第2块了。本王被禁足1个月，你们竟背着我吃这么好？谁让九皇叔自己不犯错，被父王罚了？世子爷说的倒也没错，小苏厨娘眼神真好，旁人怎么就没发现这种宝贝？九皇叔，你去纪国寺那么多回，怎么就没发现？你父王也去过，他不一样没发现。父王忙正事，哪像九皇这么闲？你小小年纪，说话怎么专挑人心窝子扎？我说的是事实呀。2位先吃，土豆饼凉了可就没这么香了。九王爷、大世子，各院马上要用晚膳了，那本王今晚能不能留在这里吃？九王爷若留下，自然会给您备一份。要四皇兄关本王这么久，本王得在他府里吃回来。是九皇叔自己被罚，怎么能算王欠你的？你今日能不能少说2句？先吃饭再争谁欠谁，菜凉了我可不负责。听说你能把萝卜丝切得细如发丝，是真的吗？传得有些夸张，哪有那么神？一点都不夸张，我这里还有证据。
这可是小曼姐刀工最好的证明。都晒干了还这么细，若是新鲜的还得了？缩水后才显得更细。九王爷可别跟着他一起夸。九王爷还不知道吧？小曼姐过几日要进宫给太后娘娘场表演。进宫？什么时候？15那日，跟着王妃娘娘一套进去。阿元，走，咱们回宫。九王爷，晚膳还没吃完呢。上回生辰宴已经错过，这回本王绝不能再错过。王爷慢些，宫门又不会现在就关。今日太后娘娘吃斋，所有菜都不能沾荤腥，明白？食材和厨具都重新检查过了，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时辰不早了，走吧。这等刀工，便是御膳房首席掌餐，也未必胜得过你。只切1根青瓜哪够？小苏厨娘，再来一个。走吧。王妃娘娘可算到了，长公主从昨晚便一直盼着呢。她惦记本王妃是假，惦记小苏娘娘的后手艺才是真。皇祖母今日还等着看你的刀几回。既然太后娘娘想看，小苏今日一定尽力。今日15，太后娘娘吃斋，所有菜都不能沾荤腥。我记着，刀具、食材和锅都再检查一遍。小曼姐，今日可是在皇宫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按平日规矩做。罗汉斋和笋干烧千叶豆先做，其余照菜单走。小苏厨娘，太后娘娘请你去前厅说话。现在就要去见太后娘娘。菜都已经送上去了，该来的总要来。我陪小曼姐过去。好，我在这里守着。今日这2道斋菜做得很好，倒让哀家想起济国寺的味道。太后娘娘喜欢便好。母后，菜吃完了，该看真正有意思的了。你念叨这么久，哀家倒要看看。母后放心，小苏厨娘这刀工可不寻常。怎么不是萝卜，换成青瓜了？御膳房今日没有新鲜萝卜，只能临时换成青瓜。上回切的是萝卜，这次青瓜还能一样细吗？不会。比上回切的萝卜片还薄。这青瓜片都快透光了，这才刚开始呢。这么快，它还能保证每一根一样细？已经全变成细丝了。奴婢站得这样近，都快跟不上刀了。真的跟头发丝一般细。本王就说吧，这刀工可没有半点吹嘘。今日切的比上一次还要细。青瓜新鲜水嫩，今日也占了食材的便宜。这等刀工，便是御膳房首席掌餐，也未必胜得过你。母后，现在总信我没有夸大了吧？今日这一手，哀家确实开了眼。太后娘娘谬赞，小苏还有许多要学。小苏厨娘，再来一个。对，再来一个，换个我们都没见过的。小苏厨娘，再来一个。这样捧场，小苏不拿点新东西出来都不行了。快说，这次准备切什么？那便给你们做一个土豆塔。这么长的皮，竟然一次都没断，连削个土豆都能削得这样整齐。这个还不算，真正的土豆塔才刚开始。明明切了这么多刀，为什么一片都没有掉？两面全是刀口，它怎么还能保持完整？每一刀都只切到该停的位置。这样就做好了吗？还差最后一步。这真是刚才那颗土豆？合起来，再合起来给我看看。拿近一些，哀家要亲眼看看。太后娘娘请看，每一片前后都还连着。好，赏。母后，新娘也是她最先认出来的，那便连新娘之功一并加赏。母后都赏了，本王今日也看得痛快，再添一份。小苏谢诸位贵人赏赐。小曼姐，怎么样？刚才一切都顺利吧？顺利。太后娘娘很好说话，我在殿外都听见里面连声叫好。后来出来的宫女个个都在夸小曼姐。那我问个最实际的，有赏没？有，而且不少。回府以后再给你们分。这么多，太后娘娘和贵人们到底赏了多少呀？加起来100余两，你和荣英今日都有份儿，每人5两。太多了，我们只是跟着帮忙而已。既然一起进宫做事，哪有我拿赏你们空着手的道理？小苏厨娘，银子先收一收，前院有人专程找你。这个时候谁会专程来找我？下月侯府嫁女，夫人请小苏厨娘掌勺，菜单还缺2道主菜，2道配菜。主菜先添1道金珠报喜，余下几道我再列几套给夫人挑。夫人果然没请错人，这是侯府先付的一点心意。好，这桌喜宴我接了。